最近呢，中央一套在晚上11点播出的一部纪录片呢，就让我们很多干电视的人呢感到大跌眼镜，因为它创造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这部纪录片呢，让很多80后、90后这些很长时间都不看电视的这样的年轻人，在晚上11点端坐在电视机前，这些人甚至是咽着口水在看这部纪录片。那它是什么呢？它就是反映中国饮食文化的《舌尖上的中国》。我估计最近好多电视观众都会喜欢这部纪录片，而且很多没有看过的呢，可能通过各种渠道啊，在网站上、在手机上下载看这部纪录片。这部纪录片呢，总共7集，它说的就是我们中国非常灿烂辉煌、多姿多彩的饮食文化。这个片子每一集是52分钟，从头到尾呢，基本上把中国呀各个地方这个饮食的基本状况都体现出来了。来，菠萝排骨。而且他非常专注的做呢，这个吃的东西啊，从原材料的收集，一直到最后摆上餐桌这个全过程，就说怎么做的，他都给你淋漓尽致的展示出来。你看这个新疆的馕啊，东北的这个朝鲜泡菜啊，你再往南什么汤圆比方元宵。还有一些非常细致的小吃，像兰州拉面的羊肉串啊这些，在里边都有体现。那么每一个坐在电视机前看这个纪录片的人，真像我刚才说的，经常是一边咽着口水一边看。看完了之后呢，有好多朋友啊跑到网上去搜。你比方说这个毛豆腐，这个片子播完了，毛豆腐这仨字在网站上的搜索量是过去的48倍。数据显示，《舌尖上的中国》开播后5天，共有584万人上淘宝找过零食特产，搜索次数达471万次，有2005万人浏览过相关美食页面，成交729万多件。所以有人呢管这部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叫什么呢？叫吃货宝典。当然我们说这个吃货呀，我觉得不是个贬义词。饮食男女，人之所大欲存焉，谁不喜欢吃点好的东西呢？所以说吃货呢，也代表着对美好生活的一种追求。这部片子呢，可以说中央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是下了很大功夫的。从这个策划开始，一直到最后成片，用了是1年001个月，13个月时间。派了前期调研员，派了3个人到各地方搞调研，就该拍什么。最后在全国呢，确立了70个拍摄点。你想，全国70个拍摄点，基本上把有代表性的这个饮食啊，差不多都囊括进来了。然后用了大概是8个导演，15个摄像，后期3个剪辑师，而且用的完全是高清设备拍的，所以你看那反映这个食品制作的画面、色香味的画面呼之欲出，特别逼真。我简单给大伙说，它有2点是这个基本的，它能够收视率提高的要素。第一个呢，我们看这个片子里面呢，它反映了很多就是家乡的事儿。你看啊，什么老大爷、老大娘、母亲、姐妹、婶子、大爷，这些人坐在一块儿呢，做这个饮食，做那个饮食，勾起了很多人呢对家乡的记忆。我小时候认为什么东西好吃，这个感觉带一辈子。我小的时候吧，家里这个偶尔的炸一炸丸子，我对这个炸丸子我就觉得好吃。后来这么些年，一直到现在，我一见到丸子，不管它里边什么馅的，我都觉得好吃。其实它味道不一定好，但是感觉上第一眼一看我就有食欲。所以这个片子呢，就是通过这些细腻的笔触呢，让你感受到家乡的温暖，妈妈的温暖。很多人看这个片子同时呢，也是一种怀旧。妈妈包的饺子，父亲的拿手菜，热气腾腾的手擀面，才下舌尖，又上心头。这是家的味道，乡土的味道，它萦绕在每一个远方游子的记忆之中，回味悠长，一生难忘。舌尖上的中国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返璞归真的绝对理想状态的中国饮食世界。可是如果我们拿这个呢和我们现实当中的中国饮食状况比呢，你就会发现这个差距是相当明显的。有的朋友进了超市不知道买啥了，今天买完这个，第2天电视报道说这里有问题。我们到了餐馆哪儿吃点东西，有人说这里有添加剂，那里有地沟油的，你无法用一双慧眼来判断哪种食品特别安全。那么我们这种现实反过来，就使我们对于小时候家里吃的东西
怀有一种特温暖、特安全的记忆。所以这是比照现实，我们对这个片子产生认同感的第一点，也就是说对安全的认同。第二个，对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认同。这句话是孔夫子说的吧？就说这个吃什么东西啊，精工细作。这一点我们在这部《舌尖上的中国》里处处可以看到。它细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就能听到煲汤的时候，你听的声咕嘟嘟、咕嘟嘟、咕嘟嘟这个声音。哎，米酒端上来，冒着那热气的时候，你仿佛就闻到了这种米酒的香气。小笼包马上要揭开屉的时候，呲呲那个声音，你能通过电视里边清晰的感受到。说白了，作为每一个吃货呀，看到这个那真是流口水啊，香啊，勾起你很多味觉上的一种回味。那么我们现在，咱们实事求是说，我们平常吃的能做到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吗？能做到片子里头这活这么细吗？肯定做不到。为啥？咱现在这个生活节奏加快了，你哪有那些功夫来伺候一顿饭呢？咱们很多朋友说，为什么现在都在外边吃，不回家吃了？你下了班6、7点钟了，我再做顿饭，吃完一口再刷碗，一看点儿10点11点了这，你还想休息休息呢？工作就挺累的了，咱们已经没有那些时间来对付一顿饭了，所以更多的是选择在外边吃，选择吃快餐食品。你像快餐面呢、速冻饺子，我们好多人都吃这个。而这种大量的需求，你吃有需求啊，又使饮食的制造业快速走向了这种集约化、快餐化、规模化。这个一规模化，必然走向一种标准化。假如说我们现在方便面这个面条制作工艺，如果真按照片子里边写的，一些面条从开始选料、怎么手擀、怎么切、怎么打卤，那厂子还能挣钱吗？它只能是快速的把这个东西按现代化的标准做出来，那它的味道怎么跟原汁原味下了那么多人工的食品比呢？就像咱们有的朋友看《红楼梦》，那做茄子都是茄子皮去了，切成丁，然后搁其他肉什么的，搁机油炸一遍，然后再混这个混那个，封起来，拿出来以后再炒。姑奶奶，你告诉我怎么做的？你把才下来的茄子皮儿削了，切成碎丁子，用机油炸了，再用鸡脯子肉和香菌、蘑菇、新笋、五香豆腐干、各色干果子切成丁子，用鸡汤煨了，用香油一收，再用糟油一拌，盛在坛子里。封严了，要吃的时候拿出来，用现炒的鸡瓜子肉一拌就行了。要一道菜你肯下这功夫，那和马上就搁锅里秃噜一遍就弄出来的，你说哪个好吃？所以我们看这个片子，对比我们现在这些快餐食品，你就会想，精工细作的东西得多好吃，原汁原味的东西得多地道啊。所以第一个，这片子勾起了我们对安全的向往；第二个，这片子勾起了我们对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向往。这部《舌尖上的中国》播出以后呢，引起了网友的激烈反响。我们来看2条微博。第一位朋友说呀，这片子呀，我是看着一边流口水一边淌眼泪。为什么呢？舌尖上的中国倒是很美很诱惑，可是嘴边的中国是什么味儿呢？大肠里到底干净不干净呢？你看他说的是食品安全问题。第二位网友说呀，这部片子承载不了多么宏大的主题，反而有可能适得其反。有人就把它解读成这是对当前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一次反讽，认为这里边展示的美食终究不过是一场梦而已。第三位朋友说，现在我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原来的精细讲究已经变成了批量快餐了。那么既然精细，你就很难做到批量，快餐就做不到讲究。你真想追求这部片子里的美食吗？你可能就要抛弃工业文明时代的生活，去追求返璞归真，你愿意吗？咱们今天这期节目呢，我说它叫舌尖下的中国，咱不是说食品安全问题，也不是说快餐的工业化问题。我要说的是什么呢？这个片子展示了特别理想的中国饮食文化，可是我们历史上的中国饮食文化，真就像这个片子里说的那样多姿多彩，没有瑕疵吗？打开你的味蕾，唤醒你的乡情，一部美食纪录片为何红遍大江南北？山珍海味，煎炒烹炸，饕餮盛宴的背后，隐藏了多少不安与困惑？老梁观世界为您麻辣评说《舌尖下的中国》。传统下来的中国饮食文化本身，它也有一些不科学、
不文明的地方。我们要怎么样正确的认识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饮食文化？首先一个呢，中国这个传统饮食文化有一点被现在的营养学家广为诟病，什么呢？叫重口味轻营养。就你看咱们一提说这个吃饭这菜叫色香味俱全，色香味这3点都是外观和第一感触，他就没有提及到这个菜本身的营养成分。咱们中国这个传统饮食啊，过于重视味道。你比方说咱们传统的这饮食里，要想把什么东西做得好，一个是放油，一个是放盐，咸鲜味的它刺激你味蕾啊。所以咱这个传统饮食文化里边，你发现用油用的最多，这跟西方的饮食文化出现很大差别。我们好多的菜呢都要通过油这种高油脂的东西来弄。我就知道曾经有那么一个村子，一调查说怎么高血压高血脂发病率这么高呢？原来这村子人甚至豆油都不吃，人就吃荤油，说你搁豆油炒的菜不香。所以我们特别重视这个味儿，包括放盐。你像我作为东北人，东北人吃饭特别咸，这是不科学的，所以造成呢高血压呀这些毛病特别多。就是过分的重视色香味的话，你会发现一定会油盐调料放的多。所以有的人说我们吃菜吃什么呢？就吃调料呢，就吃佐料呢。咱们现在有的朋友呢不自个儿做饭，那你到哪儿去呢？想吃点好就到饭馆。饭馆为了把客人留住，你记住他非得加上各种各样的味儿不可。我作为一个糖尿病人，我对这个体会非常深。就是我去饭馆，我一再告诉服务员菜里别放糖，可是你发现很多菜拿上之后呢就有糖，就是他原先在拌这个半成品的时候里边就放糖。为啥不放糖？它调不出味来。至于花椒大料茴香放的更多了，那油和盐就不用说了。如果你吃完觉得没滋味，你下次不来他挣不着钱了。所以饭馆根本不会管什么营养不营养，他首先要用味儿把你留住。所以这个现象是中国饮食非常突出的一现象。不少朋友愿意吃动物内脏，吃心肝肺我们叫下水。动物内脏往往都是高胆固醇的。也有不少朋友呢喜欢吃腊肉这些腌制的熏制的卤肉，包括这些东西，可这个里边时间长了都会产生类似亚硝酸盐这样的物质，对人体健康是不利的。我们保留这个什么呢？就它味儿好，我们喜欢这个味道。所以说中国传统饮食呢对色香味特别重视，我们也叫贪口腹之欲，吃着香吃着好，咱就认为这东西是好，其实它不见得科学合理。第二个不好的地方呢，中国饮食文化里头呢特别重视珍稀的东西，求稀求奇。你像什么东西要稀有，那咱们就爱吃。你看咱们平常说什么稀有？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猴头燕窝鲨鱼翅，熊掌干贝鹿尾尖。说这个东西是珍稀，可其实这种珍稀的东西它有多大营养，它好吃不好吃呢？我跟大家说实在的，我到现在为止，我个人也可能我这味觉差，我吃不出龙虾螃蟹鲍鱼有多好吃。我觉得跟平常吃的猪肉青菜豆腐还不如那好吃呢。可是有很多人特爱吃这个，你看龙虾鲍鱼螃蟹乌龟蛇也很穿山甲，反正珍稀动物。我2003年以前吃果子狸，最后吃出事儿了，闹出非典了。好多人喜欢吃这个，他为什么呢？这是有我们传统文化里不健康的因素在里边。过去谁能吃到这玩意儿？帝王将相有身份的人。所以咱现在如果要偶尔你吃这么一顿，顿时觉得身份倍增，脸上都泛油光。所以求珍惜往往是现实社会里阶级地位的一种反应。所以在饮食上呢，它就分出3、6、9等来，而不管这个东西真是有没有营养。咱们以前节目里也做过，那个燕窝那个东西没那么大营养，包括鱼翅它就是珍稀，没多少营养。可是咱们有很多人呢追求这个东西，认为这是好的，就是求珍稀。求珍稀的背后是什么呢？是我们的等级观念在大脑里头在作祟。在这方面始作俑者呢，中国有个大家叫苏东坡，一辈子经常得罪皇上，被这个贬到这儿贬到那儿，反正南到海南岛，这个东到福建那边，苏东坡是走遍了。苏东坡就是一个天生的大吃货，他见什么珍稀东西都想吃，别人不敢吃他敢吃。你看咱现在说什么第一个吃螃蟹，第一个什么，苏东坡有好多个第一，别人不敢动他敢吃。结果苏东坡名气大，他还以这个呢沾沾自喜，给后世文人带来一个不好的习气。
相传，宋代大文学家苏东坡曾被贬官到了还是荒蛮之地的海南岛，在吃上就遇到些麻烦。为此，东坡诗云：“古人顿顿食鼠欲，见以熏鼠烧蝙蝠。初闻蜜鸡常呕吐，烧尽蛤蟆原习俗。”由此可见，在颠沛流离的境遇中，苏东坡吃过癞蛤蟆，也有很大的嫌疑吃过烧蝙蝠和老鼠。正所谓文人不幸天下幸，令人匪夷所思的稀奇美食，很好诠释了东坡居士酸甜苦辣的一生。重珍惜背后还有一层意思，重进补。咱们有观念是吃啥补啥，其实这个观念在现代科学里没有必然根据。还有第三个，对动物有些残忍。你比方说这个有一道菜叫泥鳅钻豆腐，把这泥鳅啊搁到锅里头，搁豆腐放一块，然后焖上，底下咕嘟嘟嘟嘟嘟就炖。这泥鳅怕热呀，就往豆腐里钻，最后活活在豆腐里边被烫死。所以这泥鳅的味儿呢都进豆腐里头了，底下那汤的味儿更鲜美。这道菜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就属于一种虐杀。你记住，凡是我们虐杀动物，往往都跟人类创造的刑罚有关。这叫啥？这叫请君入瓮。武则天时候，两个酷吏，一个周兴，一个来俊臣。武则天要收拾周兴，来俊臣就把周兴请进家吃饭，说周大人呢，我有个犯人，怎么跟他就是上酷刑他都不招，怎么办？周兴说简单，你呀咕嘟嘟嘟点火，上面有个大罐子，然后把犯人搁罐子里边，你看他招不招？哎，来俊臣说这好使吧？好使，好，起火放罐子，也烧差不多了，站起来对周兴说：“周大人，请君入瓮吧，你进里边待着吧。”哎，这请君入瓮的典故，你看这泥鳅钻豆腐就是个请君入瓮的过程。有些还过分的，你像醉虾，咱有不少朋友也吃，把这虾搁到酒里头，其实他没死，他醉了，然后活生生的就给他煎炒烹炸就吃了。比这个还过分的还有种叫铁板甲鱼，就把这甲鱼啊王八搁这个煨好了调料的这个凉汤放到这里头，然后底下咕嘟嘟嘟嘟嘟炖。这一开始一加热，这甲鱼热了它就渴，它就把这个带佐料的汤喝肚子里去了，然后一点点的炖，慢慢就把它炖熟了。炖熟以后，这甲鱼肉里边有汤，外边有汤，那个佐料的味儿都进到肉里头了，那吃着相当好吃。可是你把这个过程还原一下，你琢磨它残忍不残忍？有这样的，有的人这么做了，那甲鱼在锅里翻滚，哎，这个人还起了慈悲心的，看一眼这甲鱼盖上，哎呀，没事没事没事，一会儿熟了就不疼了，现在疼，你看，不假慈悲吗？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就跟现代文明有些东西是完全相悖的。那当然了，比这个还有残忍的呢。有的地方吃过活猴脑，活猴脑袋敲开吃猴脑，这个是现代文明绝对排斥的东西。咱们有部片子《满汉全席》，里边不就是吗？参赛选手搁这猴脑，很多人指责其实是假的，他用豆腐来代替猴脑。咱们看看这段视频。吃新鲜的猴脑不需要任何烹调，最重要的就是它天然的味道，加点鬼油就可以少说了。我们收到线报，说这有人虐畜，而且把受保护动物煮来吃。其实我们的猴脑是拿豆腐做的，不信你们再尝尝。你看刚才我们看这一段，你就会发现现代文明对这个东西是绝对排斥的，是我们中国饮食文化里非常畸形的地方。那么今天呢，咱们很多人爱吃爱喝，追求美好的生活，这没有错。说谁是个吃货，我也不认为是个贬义词。我想吃点好的有什么错？就是我刚才说《舌尖上的中国》展示了中国饮食文化灿烂美好的一面。那么我们通过看这部片子，应该把它当做一种标准，然后更高一个层面是把中国饮食文化当中灿烂多彩、非常文明的一部分发扬光大。就像这个朱子治家格言里有那么句话，叫勿视势利而凌逼孤寡，勿贪口腹而自杀牲畜。不要因为呢自己就是想吃想喝，就随便的摧残这些生物。这个呢也不是我们中国饮食文明里边的一个核心要素。所以说你从舌尖上的中国来反思舌尖下的中国，把这些东西都考虑好了，我们可能在现实当中，你不仅会做一个合格的吃货，也是一个快乐的吃货。在不同的地域，中国人用各自的智慧，巧妙地从自然界获取美味，这一切来自他们对上天的敬仰
和对土地的眷恋。一位作家这样描述中国人淳朴的生命观：无论埋头种田，还是低头吃饭，他们总不会忘记抬头看一看天。成都有位老先生啊，他失眠，他就采用了一个中药的方子，就是用百子仁啊、虎尾子啊泡水喝，泡了3年呢，很管用。后来他为了省钱呢，他就跑到了成都最大的中药材市场荷花之穗，到那儿自己买了这百子仁。可是买回来以后泡水再喝不灵了，整晚上睡不着觉。经过他前后仔细的比对，他才发现原来他后买这百子仁啊，其实是什么呢？第3次实验的时候，我60颗白子仁买的，取出了36颗石头。那么我想在现实生活当中这样的事儿啊，肯定有一些中老年观众朋友碰到。就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呢，对这个中药啊，对中医说这不灵。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中医不灵，你想想，几千年下来，我们这么一套医疗系统，治好了多少人病？你怎么能说中医它就不灵呢？2002年，香港凤凰卫视主持人刘海若在英国发生车祸，头部重伤，在英国抢救时一度被医院确认为脑干死亡。后来在家人的坚持下，他被送回国内。刘海若的家人在昨天晚上提出非常希望中国的专家前往伦敦为海若会诊。经过中医的精心治疗，特别是服用了中药3宝之一的安宫牛黄丸后，奇迹发生了。他不仅恢复了意识，逐渐开口说话，下地行走，甚至最后完全恢复了健康，重新返回主播岗位。一时间使用了犀牛角的老安宫牛黄丸黑市价格竟然炒到了2万元。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市场上出现了个别造假药材，药效渐低，诋毁了中医中药的美名。那么说的这个造假呢，它有几种方式，更多的是什么呢？把这个药物的精华萃取完了，剩下的废料再卖给你。你看有的朋友保养买这个冬虫夏草，有的发现这冬虫夏草怎么干干巴巴的，那就是里头的精华被萃取完了，剩下个壳也挺像的，反正就这东西嘛，卖给你挣你钱。所以好多时候这个废物利用萃取，这是一种方式。1公斤虫草30万，他卖了1公斤假的虫草，就会把今年整个的那个铺面钱就挣回来。第二个是什么呢？以次充好，明明是3等货、2等货，冒充1等货，这个过去也常见。我举几个例子啊，一般都有个朋友买人参，说到这个吉林哪儿啊买野山参，那是野山参吗？根本不是。你要来买来，他把那园子里种的原参5、6年就成那个，直接给移植到山林里边的，在那埋着，假装这是野山参。野山参最少得20年，就干脆搁假的当真的。那原参一个造价大概10块钱都不到，他卖你最少200、300往上。这个咱们中央电视台的这个节目曾经报道过这个，就野山参这块鉴定市场的这种乱象。吉林省白山市抚松县万良长白山人参市场是全国最大的人参集散地。记者对30多家参农商店进行调查时发现，有一些参农商店都在销售一种经过省检的野山参。这种省检是由一家叫吉林人参研究院的鉴定中心出具的，而这样的野山参价钱一般都在200、300块钱之间。然而据一名商店老板透露，目前市场上真正的野山参数量很少，更多的是所谓的省检野山参。因为野山参，我跟你讲，咱们万达这个地方就是，只要说哎呀，人家找个3条3万5万条，那都是骗你，就说是谁家也没有样是5、6千，那是骗你的。据这位老板介绍，这些所谓的野山参其实都是原参，由于它的外形跟野山参有些相像，价钱又便宜，每只不过10块钱，所以当地很多人用这种原参冒充野山参。记者注意到，这些假野山参有些还是经过粘接的。这是用什么东西接的？粗粮嘛，那个胶，去的有碱水的。据了解，一盒假的野山参成本为一只原参10块钱，包装盒25块钱，鉴定证书40块钱，外加手工费2块钱，成本最多不会超过80块钱。而这样一盒假野山参在抚松县万良人参市场的售价一般在200块钱以上。一只原本只有10块钱的原参，有了野山参鉴定证书，就能冒充野山参，欺骗消费者。你再有的，比方说天麻，
把天麻的根茎挖出来，然后用天麻泡水煮，嘟嘟嘟嘟煮，煮完了之后呢，根茎你根本看不出来，这是假天麻。记者在安徽亳州中药材交易市场上调查时，发现了某些不良商贩正在售卖熏制的天麻。你这天麻，慢点。不是怎么发这么白？硫磺熏过呀。干嘛用硫磺熏啊？市场上要硫磺熏的多。为什么要硫磺熏呢？硫磺熏还有人买吗？好看呀。我们敢吃吗？我们吃不要带硫磺的呀，长得不能吃。你吃的食用东西也有硫磺熏的呀，你小麦了什么东西不用都用药熏吗？哪有不用药熏的东西？针对亳州药材批发市场假冒药材的现象，此后亳州市全面开展为期8个月的打造诚信药都药品药材市场专项整治活动，严厉查处违规经营中药饮片和超范围经营行为，清查整顿制假售假窝点等等，以确保中华药都的品牌。正规的中药企业在采购中药材时，则采取了更为严谨的办法。他们一般从中药生产基地直接筛选品质优良的药材。产地我们直接从我们基地上来收购。一年的基本上我们在产生的时候我们收来以后呢，我们自己处理。咱都知道说当归补血，不完全是，这个当归分得很细。这当归啊，头这块能止血，当件这块呢是补血，尾巴根这块是催血的。过去的当归采下来一段一段切好了，一钱一钱算的是很精细的，哪段干什么用。咱这里随便给大家举几个例子，你就知道。第一个什么原因呢？咱们经常说你这个人呐不地道，这话什么意思呢？原来根儿上是不到地。什么叫到地呢？就说我这个产品呢，比方说这药材，你从哪儿出的，这个地方产这个药材才是正宗。比方咱们说这个当归，那得是甘肃易县的，咱比方说生地，那是河南焦作温县，山西一带的，这才正宗。所以咱们有的看老中药房门口经常写着，比方这个中药牌子叫张同泰，张同泰道地药材，就说我这东西很地道，是原产地的。也就是说中药呢，你要讲产地，有的说那不都一样吗？你像板蓝根啊、人参的这些，你换个地方产，跟那一模一样。可是你到那儿做一下切片研究，你就会发现，它的药效有时候相差太悬殊了。经过多年的几代吧，是吧？几千年啊这样的考察，那个地方出的药就是要好的，是吧？你比如说人参，最好的就是东北人参。所以中药自古以来强调道地药材。传统的中药不是不能移植，它有严格的规范。比方说我要种当归，说我现在要从甘肃移到安徽去种去，那好，从甘肃那拿到当归的种子，我到安徽这儿来种，种下去之后长出来了，再用它第2代的种子再种，再长出第3代，第1代、第2代、第3代的当归，咱们都做系统研究，发现呢跟甘肃那边药效是一样的，这才算你移植成功，得经过3代。所以这就咱们经常说居生之淮南则为橘，生之淮北则为枳，南橘北枳，就你换个地方，它那药效就不一定灵了。第2个呢，采摘季节，行话管它叫抢青。就这个中药啊，你得分什么季节去采它，过了那个季节就没有那药性了。你像有种中药叫阴沉，行内都说叫3月阴沉4月蒿，5月阴沉当柴烧，就说你3月份采它有药效，到4月份就差了，到5月份就当柴火烧了。这个咱们有药王爷孙思邈吗？药王爷手捻针，骑龙跨虎吗？这孙思邈当年就说过，中药你得分季节去采它，你要错过季节就没用了。古法药材打黄，如何竟被某些不法商贩滥用？这是泥房，用它干嘛呀？搞这个中药材吧。怎样才能制出良心好药？老梁观世界为您深度剖析中药灵、中医材灵。再有一个就是药品在储存保养过程当中，你比方说常见的过去熏制药有一个炮制过程叫打黄。药材打黄是中草药行业几千年来的传统，为了防止中药材被虫子、真菌所害，打黄成为中药保存中重要的一步。古法打黄的操作非常严格，整个过程中硫磺不会直接接触到药材，
然而，记者日前在暗访了某些药材产地时，发现这里有一些药材硫磺熏蒸并不像古代那样严格，有的甚至用工业硫磺过量熏蒸。熏过的你基本上闻的话就能闻出来，它那个熏过的话，那个虫子就不进去了，虫子进去也就被熏死了。药材贩子告诉记者，药材被硫磺熏过之后会产生二氧化硫，对人体有害。但是由于保存困难，所以药农们一般还是会用硫磺熏一下。不然这个都熏的了，还能放出来。收药的老板告诉记者，药材不熏硫磺是保存不住的。到了7月份，不打硫磺的药材就会生虫发霉，而打了硫磺可以让药材至少3年不生虫子。那本身可能对药材的药效或者饮片的药效也会有影响。因为它毕竟是一种化学物质，那很有可能会跟药材当中的一些活性集团发生反应，从而就影响到药效。近年来，针对药农用硫磺熏制药材事件，各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加大检查整顿力度。再有第4点，也不能忽视，就是炮制过程当中的问题。过去那个炮制非常精细，你看咱们有的朋友到同仁堂门口上有副对联，叫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就说我这基础药材可能挺值钱，但我不能随便偷工减料。我这麝香10几万一斤，几万一斤，几万一公斤，我少投点行不行啊？那根本就不起状了。炮制工序可能10多道工序，费人工，但是我不能省。为什么呢？炮制往往是一个中药有效最关键的步骤，一个是减毒，就是把毒副作用减低了，再增加疗效。就是说炮制在整个中药制作过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是绝对不能省的。就像矿物类的要早一点煎，因为矿物类的里面的有效成分不容易煎出，像芳香类的就要迟一点煎。所以这个中药这个东西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其实老实说是药3分毒啊。所以不管是滋补药也好，是治疗药也好，都马虎不得。你看我小时候就一咳嗽，家长说喝点枇杷露吧，里头有蜂蜜，喝着挺甜的，小孩也愿意喝。它枇杷露怎么治的？是用枇杷叶。那枇杷叶过去怎么整呢？把那叶子剪了呀，必须得是它有3、5年以上的树，它的叶子才管用。把那叶子剪了，枇杷叶都得是干干净净的，没用雨水泡过的。把这个枇杷叶后头的毛刷干净了，刷掉了。为啥？那毛你不刷掉，进到人肺部倒容易引起咳嗽。所以得刷干净了。刷干净了，把这些叶子呢搁到竹垫子上垫晒，最后都垫成8、9成干，然后再摞到一块，一捆一捆的立着放。等它全干了以后呢，搁刀切成0.5厘米的丝儿，然后锅里头搁点开水，搁点煮熟的蜂蜜，然后把这个枇杷叶搁里熬到最后呢，蜂蜜还粘上了，你摁还不粘手，这时候枇杷叶才能用来做药。你再有更细腻的，有的炮制过程呢需要多少道工序，你省了1道工序，可能这药效就不够了；你减了1味药，可能这药效就不对了。这种事儿非常多。你看那个大宅门，这是白景琦家百草厅，不是他儿子白敬业呢？在药里头偷工减料，说这谁能知道？不一样卖吗？白景琦一看不行，把药都给我烧了。说这缺了得了，是谁看不出来？他提出10个字，叫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就你自己干什么是别人没看着，你要这样的话，这中药这行当还能存在了吗？我这不是为了快点吗？这就快点啊！这就偷工，不就少2道吗？那药不能吃了，1道也不能少。这都是药，这不像你买双鞋去，说我买的不合适了吧，我还可以换一双。这都是给人吃的，况且都是给病人吃的。弄不好就得弄出人命来。干咱们药行这一行的呀，不能出一点错，那是草菅人命。还是那句话，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点火。所以大宅门里边这段视频我们看下来，
你会很感动。就说老一辈的人，他不是不想挣钱，可是他有个行规约束，在制作过程当中随意就节省某一个环节，最后造成什么？药效不行，达不到标准。膏方做好以后，我们医生根本不会去尝的，也尝不出来。我怎么知道这个里面药是熬得好的？不行，这个2个字就凭这个药工的良心。那么当然，我们刚才说这些呢，只是说是生产销售这些环节，还有的我们自个儿有的时候啊，对这中药也不是很了解。咱们有的朋友呢，到这个中药铺抓回中药呢，说自己煎自己熬吧，熬的不对，有时候也使药效失灵。你像咱们传统认为，比方说人参咕嘟时间越长，这不是药效就越好吗？但不是所有中药煎的时间长就好。你像比方说治感冒的药，像金银花，它这里头有些药物你煎长了挥发了，倒不管用了。所以一般治感冒的中药大致煎15分钟就够了，咱有不少人还按半个小时呢，把药效都给咕嘟没了。所以这方面呢，我们也需要加强对中药的认识。你既然认为中药管用，那你多了解了解中药的性能，不要求你背汤头歌什么的吧，你没事看看本草啊，了解了点这个，有点好处，这也是。说到有关中药的药性问题啊，其实电视机前很多观众朋友，包括一些网友都非常有发言权，因为他们都使用过中药。你看网上这几位朋友就发表意见了。第一位朋友说呀，我母亲呢，发烧7天，淋巴结肿大，打了7天抗生素不见效，后来内服外用，我用了7天中草药好了。我觉得中药还是灵的，尤其是对一些慢性病啊。那第二位朋友说，我这个治痤疮啊，吃了10几副中药不管用，后来一调查才发现不是中医不管用，而是这药本身就有问题。第三位朋友呢，说的更是一针见血，说中医流传了几千年，肯定是管用的，可是你要药材不好使的话，那么中医本身就没什么功效了。所以还是那句广告语，药材好，药材好。3年服用的良药妙方，为何一招竟然不灵了？说老板，你这个药怎么的？他说正常的。怎样才能识别真假中药材？无法药材打黄，如何竟被某些不法商贩滥用？这是明黄，用它干嘛呀？搞这个中药材嘛。怎样才能制出良心好药？老梁观世界，为您深度剖析中药灵，中医才灵。所以眼下呢，这种状态呢，我倒觉得我们应该好好反思一下。现在有一个很关键问题是，你比方说这个中药我们说分3样，传统的中药材、饮片再加中成药。那么这里头的药品具体的标准是什么？咱们有药品管理法里有，可是中药不同地方生产的里头很可能就不一样，它炮制工艺差一块，复方的药就不一样了。所以这方面的标准我们急需要出台一个统一标准，而这个标准执行又有2条道，一个是种植的标准化，一个是制药的标准化。刚才我们说的炮制那是制药标准化，还有种植的标准化，就是这个地方我能不能种这个药，这个药材在这个地方长出来管用不管用，我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种，比方说不能上化肥，不能上什么激素，然后阳光、空气、水、土壤这些合不合适，你得有个标准，就只有符合这些条件，你种这个药才管用。所以呢，今天我们说这个有关中药这方面，其实是影响千家万户的大事。咱们现在有不少中老年人很相信中药，而且中医这几年也很火，但是你想让它持续火下去，让它发挥治病救人的效力，必须得药灵才可以。咱们眼下这种状态呢，在整个的中医这行业之内，很多部门也确实支持这个中药。为啥？咱过去中国人看病，你看原先生产队时期那赤脚医生，为什么他能够长期的存在呢？主要用中草药，就地取材，成本低。你这个西药经过规模化生产，经过一些什么的，它的药价就上来了。如果中药能够广泛使用的话，药效还灵的话，不很大程度能缓解看病贵的问题吗？看病这价钱就降下来。所以说解决中药市场现在的问题，其实就是解决一个老百姓的身心健康问题，这个事儿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当然了，作为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我们节目结束的时候，我得奉劝大家一句，有不少的老年朋友吧，相信中医，相信中药，还相信自个儿呢，自个儿买点什么玩意自个儿爆，自个儿弄这补啊什么的。如果你要吃西药，你都得问问大夫，这行不行？有什么毒副作用啊？中药同样，它的毒副作用可能小，但不等于没有。
你服中药同样也要遵照医生。哎呀，我这身子虚，我得补啊。其实你不是虚寒体质，你反而阳火旺呢，又人参又什么的，吃完了晚上睡不着觉，兴奋不停说话，鼻子口出血，你说你何苦呢？还有的餐馆里头药膳往里加这个加那个，餐馆里的药酒里头又泡蛇呀、泡王八什么的，那都不是谁都能喝的。中药最大一个特点，活学活用，就是对症下药。你身体是什么样，用的药都不同，不是说这玩意儿补谁拿不了补。像我这挺胖，补完没准还补出事儿来呢。所以这方面咱们有些中老年朋友，你要信这个，但是你记住对症下药，不是说人家吃好你吃就好。所以我们一方面呢得关注中药市场的这些乱象，加大力度去治理，然后提出各种各样的标准，进行更好的管理。另一方面，作为我们这些老百姓呢，也应该提高对中药的认识，经常跟大夫打的交道，遵从医嘱，不要乱吃一些中药，否则的话效果很可能适得其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老梁观世界。天上掉馅饼，大家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儿。可是山东临沂有个小县城的一位退休小学老师扶贫，他就认为这事儿可能。因为今年年初啊，他接到了一个来自北京的神秘电话，告诉他你获得了当代中国10佳英才，你必须到北京来领奖，因为有国家领导人给你颁奖。吴老师一听就懵了，这个电话从哪儿打来的呢？是北京一个叫盛世中华评奖委员会打来的。这个盛世中华呢，评了大概有20多个奖项，其中就包括要给吴老师颁这个奖项10佳英才，还有什么10佳新闻人物，什么10佳最具影响力人物，10佳德艺双馨艺术家，反正有20多个，你听起来大的不得了的，而且都冠以国家呀、中国呀、什么中华呀这样的字样。吴老师为什么一听就懵了呢？他觉得这事不可想象，因为他呢是退休小学老师，曾经获得的最高荣誉就是县级的先进工作者。他琢磨来琢磨去，你说我县级先进工作者，当代中国10佳英才人物，这翻10万8千跟头也够不着啊，这得离多远呢？这时候呢，组委会人这电话一个接一个给他打，告诉你啊，我们是要在人民大会堂举办颁奖的，你必须得马上来，这是个政治任务。哎，这吴老师就琢磨，这我非去不可了。再一问呢，人家告诉他了，你呀来了之后呢，得交4800块钱会费，那管你吃管你住啊，还得颁奖的一些费用。吴老师这时候也明白，哦，4800块钱弄这么一个奖，谁都不傻。这吴老师琢磨来琢磨去，一想到北京啊，这辈子以前就去过一回，他这么一权衡啊，他就觉得还挺值。因为这4800块钱呢，对于吴老师来说也不是个小数目，他1个月的退休金才2000出头，4800块钱等于2个月退休金。衡量来衡量去，吴老师决定得去一趟，机会难得，国家级大奖荣誉了得吗？我们小县城谁得过国家大奖？就这么着，吴老师揣着还带着体温的这5000块钱啊，包括4800块钱这费用，贴身嘛，带着体温，买了到北京的卧铺票。来到北京有人接站，盛世中华评奖组委会的人接站，接到哪儿了呢？离北京火车站不远的地方，侨园饭店，在北京崇文门那一带。进到大堂里边，哎呦，这气派挺大，热闹。这吴老师一看，满大堂的人，互相一问呢，都是为这事来的，刚到100多人。互相一交流，吴老师发现个问题，和他的经历差不多。这些人都来自小县城，有的小镇子。互相一报呢，都是你什么奖？我10佳英才，你的我10大影响力人物，我10大新闻人物，我德艺双馨艺术家。反正来了都是获奖的。互相寒暄几句之后呢，组委会有人组织他们来，赶紧交会费。一看一个大桌子，有几个工作人员，上面摆着验钞机，交假钞不行啊，钱拿出来，啪，验钞机一头验，把大伙儿的钱给收下去，然后发这个秩序册。会议秩序册一翻，吴老师一看知道，哦，大伙儿都得交会费，最低的是2800，最高的3万。说3万的奖项是什么10大诚信企业，什么10大知名度企业，再看那企业的名都是某某省某某县某某镇什么什么企业，基本都是这样的。所以这时候吴老师看了之后就觉得
这不大像一个特大规模国家级的颁奖。哎，到颁奖那天还又出事了，说好了在人民大会堂，给弄到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去，而且说现场呢要来一个前几届的政协副主席，还来一个散文学会的会长、副会长什么的。一直到颁奖结束了，人俩也没来，主席台那名牌在那放着呢，没人。但这不影响获奖人的兴致，吴老师本人也是抱着这个奖状，抱着这个证书，然后拿着这个自个儿的什么其他的一些绶带呀什么之类，对着这镜头拍照。为啥得留个纪念呢？这我回去了，我4800没白花，获奖了。但是这个过程下来，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哦，我这是花4800块钱买了个奖。所以吴老师最后当记者采访他的时候，吴老师说了，看来我们这算不算受骗呢？这4800块钱我们能不能捞回来了？当然吴老师说这话有个先决条件，因为由于记者报道了警方介入调查盛世中华这次评奖到底是怎么回事，基本把盛世中华这次评奖定性为一次骗子。2012年3月30日，北京警方开始对盛世中华颁奖活动展开调查。调查中，警方获知获奖者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获奖者个人简介可以随便填写，并无任何人审查，奖项也能自己随意挑选，只需要交纳2800元至3万元不等的会费。该活动共虚构了7家主办单位，活动方所称邀请的国家领导人和知名人士颁奖，到会议结束也未能出现。这个以盈利为目的的颁奖典礼被欺骗的人数达到100多人，欺骗的钱款数额巨大。记者当天去采访的时候就发现，一看有记者来采访了，相关工作人员赶紧拾掇准备撤。你找谁？没有负责人。现场记者想看看发的资料，马上被工作人员把材料都抢跑了。不心虚，他这么干干嘛？所以最后警方介入了。吴老师一看警方介入了，看来是出事了，这跟传销差不多是吧？我的钱还能不能要回来了？你看，我刚才给大家讲这个叫吴平这个老师呢，虽有其人，但是呢，咱们不方便透露他名字，这也是媒体给他起的一个化名。那么这个报道是真实的反映了今年4月1号在北京进行的一次盛世中华评奖活动前前后后的经过。那么我把这经过说完了，有的朋友说，嘿，以前我听过不少这事儿，什么去年的共和国的脊梁颁奖，还有什么这个中华奖那个中华奖，有相当多的跟这一样，就是骗子行为。那么这几天呢，警察呀陆陆续续调查出了好多东西。你看这次这个盛世中华评奖7个主办单位，这7个主办单位呢，有2个单位像中国散文家学会说，我们从来没跟他们接触过，以前是办过活动，这都挺长时间了，我们绝不是主办单位。就有2家所谓主办单位说跟他们没关系，还有1家主办单位呢，去年被取缔了，非法的。另有3家主办单位呢，你在民政部咱们国家的这个社团协会网站上查不着，因为我们国家规定呢，任何一个民间的这个协会啊还团体啊，要是合法的必须在民政部这注册，这儿注册没有就说明你是非法的。所以你看2家不承认有这事儿，1家被取缔了，那3家你找不着，就剩下1家叫什么杂志，中华风什么杂志。而这个杂志再一调查呢，说刊号都不全。反正就说这次彻头彻尾的经过公安部门调查发现呢，这是场骗局，就是骗小地方的人，小县城啊小城镇，给你个国家大奖你还不来。哎，有这个书画家，有的老师，还有什么这个文艺青年，还有什么乡镇企业家，来一帮交会费，这等于赤裸裸的诈骗。那么这种事儿，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呢，对于我刚才说这个过程，您不会觉得太陌生，因为这几年无论是建筑媒体报道的，还是您可能根据身边人的经历，都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有相当多的这种评奖活动是诈骗，是骗人。2010年8月26日，国际金融报报道，据不完全统计，近5年中国至少有超过200个楼盘获得过联合国人居奖，
而这些所谓的联合国人居奖，没有一个是联合国相关机构直接评选出来的，而是某组织所炮制，并以36万元人民币卖给开发商。2011年7月21日，国际金融报记者通过调查统计，从2006年第1届中华脊梁奖评选开始，至2010年第5届止，5届中华脊梁奖主办单位竟然大部分是非法机构或被伪造公函。而根据不完全估计，5年中上当受骗者达到数千人，主办方敛财更是数以千万计。诸多类似于盛世中华颁奖典礼的行为，又是怎样屡屡得逞的呢？那么这些骗局有什么特点呢？有一点大家不要忘了，你会发现无一例外，基本都是在北京举行，这个非常耐人寻味。北京是什么呢？我们国家的首都。那么北京有人给你打电话，我们这儿有什么什么奖，你一听心里头先感觉了不得，震慑3分，这是。那么这些奖项在北京举行，本身就容易先入为主，给你带来一种权威的感觉。那么我们可以结合以往发生例子和这次盛世中华这次骗局，你会发现呢，它这里边有几个必不可少的因素。头一个因素，你会发现这些评奖往往事先呢都在某个网站某个报纸露过一小脸儿，说我这个东西你看我们搞什么评奖。第二个，它都有很模糊的半官方的资源。你比方说中国什么什么协会，是这次一查，这些协会大多是冒名的，有的跟他都没有关系。第三个，它有一些明星资源，有的时候在北京举办的活动找一些明星，这明星有2类，一类比方说请全国知名度很高的主持人，你一看这电视我天天看着他，这我能不信他吗？这肯定这活动差不了，这是一种。第二种，真是社会上大明星，来很多明星，这明星来了，这假不了。你看咱们这个去年共和国脊梁那事儿，不倪萍获得了共和国脊梁这大奖吗？倪萍后来说，我也是被人给蒙了，人家说田黄、张继刚、刘兰芳这些人都来，我觉得跟这些老艺术家一块获奖是种荣耀，我也就来吧。来了以后，谁知道有这个事儿啊？完了，后来被揭露出来说，这个共和国脊梁这个奖就基本上是骗子。完了，有人说倪萍是不是花钱买奖啊？那是冤枉了。倪萍不用花钱，人家请倪萍来都说了，只要你来了，我们还有5000块钱奖励。啥意思？车马费意思意思。说白了，请倪萍这样的腕儿，你得给人家钱。当然，倪萍最后说我没要这个钱，这更没有的事儿。在我的生涯当中，没有拿钱去买任何跟我荣誉有关系的事情，那叫不要脸。我坚信。阳光就是阳光，黑暗就是黑暗，真的永远假不了，假的永远真不了。就是这些明星来了，无形间把共和国脊梁这个奖项给推高了。不光是给他们几个颁奖，还有别的奖项呢。你是倪萍本人没有掏钱买奖，也是在一定程度上被人给忽悠了。可是你来了，无形间成了别人忽悠别人的一个符号。模糊的媒体资源，模糊的半官方资源，模糊的明星资源，似乎已然成为行骗者的护身符。误入圈套的民众是招架不住，还是另有原因？他利用这个引你上钩来了，然后收你会费，收你钱。而这种事情基本是一查一个准。那么我们说这些年这种奖项，起码我看到好多好多，可是最后呢，像共和国脊梁和盛世中华这样被媒体揭露的，我估计在总数当中不会占多数。那么为什么是这样呢？有人说你既然是骗局，那是不是得有受骗的？那受骗的人能那么心甘情愿吗？不得来告了呀？还真恰恰相反，这次是公安介入了，这吴老师也作为个污点证人，我那4800能不能要回来了？那些没有警方介入的，也就是从头到尾成功了这骗术，怎么就没有那么多受骗者来告呢？其实为什么我们这期标题大家看了叫没有受害者的骗局？你以为那些人傻吗？就来领奖的交了钱这些人傻吗？他们才不傻，人家来是为了找平台、抱粗腿、学洗脑、找信仰的，也都各取所需。那么这种骗局，我刚才说的像盛世中华、共和国脊梁骗局，
也存在这个问题。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他甘心上当的这些人，他有他的需求。什么需求呢？我前面说这吴平老师啊，其实是这里头最不起眼的一个。他的需求也简单，一辈子没得过这么大荣誉，最高就是县级先进工作者。我一下拿了一个10佳英才大奖，回去我荣耀乡里，这是最简单的低层面的虚荣心。那么其他来那些人，可不都是为虚荣心来的。比方说，每次这类评奖，一些写字画画的全蹦出来了。因为写字画画这个行当，想在全国出来成名很难。我多次跟一些书画家接触，没有多大名气的，我就发现他们对名利这种渴望达到令人吃惊的程度。因为书画这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果有什么捧你，你的字画价很快就起来。得有多少书画家多么渴望能一幅字一幅画卖很大的价钱，他们这心态有时候想想也挺可怜，值得同情。那么这些人通过这种方式把这个大奖买回来了，回过头很可能他的字他的画因此价就上了个层次，他不白花这个钱。说白了就是我从骗子手里买来了荣誉，我再用这个所谓的荣誉再去骗他人。其实啊，盛世中华这样的评奖现象啊，咱们很多网友把它看得非常明白。我们来看一下几位网友的微博。第一位网友说呀，盛世中华花钱买奖，其实背后有一个清晰的利益链，那就是这种虚名能够带来利益。第二位网友说，这种花钱买奖一点都不新鲜，它不过是制售假证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第三位网友说，这种造假呀，在市场职场上腾挪自如。教授论文抄袭剽窃，是因为论文就等同于他的成果。那么企业花大价钱买所谓的免检，是为了买一个护身符。这么看来啊，盛世中华这评奖其实就是个大骗子和小骗子共同狂欢的一个闹剧。这个网友说的非常好，也就是说受骗者同时也是一个二道骗子。还有的人获得这荣誉，他不定干什么呢？你比方得10佳影响力人物，可能拿这个就坑蒙拐骗去了。还有的企业明明什么都不是，欠一堆账的，买个10佳诚信企业，拿这个出去融资去。还有的企业呢，经营状况非常困难，我买了这么一个全国什么10佳乡镇企业，我拿过去忽悠地方政府，你看我都获得国家大奖，给我点政策吧，免税吧。总之，来的这100多人各有所需，各怀心腹事。所以为什么我说这叫没有受害者的骗局？那么这个事儿反映了什么问题？就是虚假的名利之间的勾连，有名就有利。为什么这么多人到这儿买这个虚名？就比方说假文凭，咱们现在办假证、假文凭，如果这类的东西一点用没有，谁还肯掏钱让他们办呢？而且这行就没了。为什么你走到大街上，这儿写个号办证，那儿写什么号，什么什么这那？他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干这个？就是这些假的证明，一些虚假的东西好使。而这个社会现实背后呢，我个人觉得还有一点大家要注意，就是我们长久以来呀，对于这个奖励，你看咱们现在填履历还有那么一栏，何时何地获得过何种奖励。其实我们说这个奖励呢，只有发给你奖励的这一方，他具备公信力，具备权威，这个奖励才有分量。但是我们现在来看，我们获得的奖励有多少是绝对有社会公信力、绝对权威的机构发给你的呢？我倒觉得现在我们获得奖励都不多了这样的。你比方说咱们每个人都曾经获得过各种各样奖励，你把你最近10年获得的奖励放到这儿，你看看哪些奖励是搞平衡给你的，哪些奖励是你花了某种代价换来的，哪些奖励是确确实实是你做到位的，你摘一摘你就明白。可是呢，依然有对这个奖励趋之若鹜的啊，获得某某奖励，可能你去招聘去都占点便宜，可能你去干别的事儿，人一看你获得这奖励，高看你一眼。你不想想，如果给你发放奖励的这一方，他弄虚作假，这奖励还值钱吗？就是说，民众对奖励有迷信，我认为恰恰是我们见到如此多虚假评奖的一个社会基础，包括虚假的名对现实当中的利之间有着强大的勾连和因果关系。如果我们现在不把这2点的任何一点斩断，
恐怕虚假评奖的事再接下来没完没了。你查了个盛世中华，查了个共和国脊梁，明天可能他俩道个盛世脊梁，什么共和国的什么风采，可能这类的评奖又冒出来了。所以我说，不解决基本的这个虚假的东西在社会上依然有市场，那么虚假评选这种事情就一定会存在下去。在中国喜剧界有那么一句话，叫北有郭德纲，南有周立波。那么既然分出南北来了，就说明两个人呢在各自的地域里受欢迎的程度。我在很多领域都有建树。这么大是个领人钱，请你不要调戏我。根据淘宝网发布的数据，北京人更加喜欢郭德纲，而对周立波不怎么感冒，而上海人对两个人的态度就要相对均衡一些。那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淘宝发布的数据呢，是根据在网上购买这两个人音像制品的数字得出的。你看，就拿在北京为例，北京人里边，去年2011年有3478个人购买了跟郭德纲有关的音像产品，而购买周立波相关音像产品的北京人占整个用户的多少呢？0.014%，这个数据就非常非常低了。可是同样的呢，你在上海看呢，买郭德纲音像产品和买周立波音像产品的相对均衡一点。这也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说在北京喜欢郭德纲的远远比喜欢周立波的多，而在上海对两个的认同感可能更加接近一点。那么这个是什么原因呢？首先，假如说我们从买音像制品从听觉上效果来讲，你如果听完郭德纲的东西，你再听周立波的，你就不会觉得周立波搞笑的能耐有多大了。那么你在上海呢，你听完周立波的海派清口，然后你再听郭德纲的相声，你依然觉得郭德纲的东西很独到。说这有的朋友说，怎么他俩谁好谁坏，淘宝网还跟着煽乎？哎，这个不是淘宝网煽乎，是淘宝网最近出台了一个有关去年一年2011年的整个的统计数据。这个统计数据就像我们开始说的那样，你比方说网上北京人、上海人，因为淘宝这有时候买东西你是哪儿的用户这个账号什么的能显示出你是北京的，你是上海，你是天津，你武汉的。好，那么这个地方人，我把1年来他买的东西咱做个调查，往往这些数据里能够看出某个地方消费者的一些价值取向。咱们这样，咱们先看看淘宝网是怎么发布这些数据的。2012年2月，淘宝网对外公布了2011年一系列消费数据，对网购人群的消费习惯进行分析总结，其结果备受关注。数据显示，宁波女性购买服装最为集中，撞衫指数达 2.31%， 即1000个人里面有23个人穿着相同。深圳则堪称节能模范城市，一年人均购买节能灯接近28只。在饮食方面，四川人、重庆人、湖南人都爱吃辣，一直难分高下。不过淘宝有数据表明，湖南长沙人吃辣更胜一筹。透过数据，我们会发现很多好玩有趣的事情，比如浙江人热衷戴表，甘肃人喜欢牛仔裤，四川姑娘喜欢穿裙子，而最爱吃槟榔的居然是远在东北的吉林人。你看这些数据不是说沾上趣味2个字，有人认为就不严肃了，就不准确了，不是那样。为啥？现在网购越来越成为一种时尚，每天在中国各大城市之间大概有800万个包裹来回快递。那么这些数据证明什么问题它恰恰是来自基层的第一手材料，这等于是2011年所有的成交记录的汇总，这恐怕比我们生活当中调查那种抽样调查要准确得多，因为它是一个整体数据，真能反映出中国社会的某种消费趋向，反映出消费者的某些价值取向。你看咱们这期的题目叫刨出你的小秘密，什么意思？就往往你买这些东西，你这个地方买的多了，不经意间就等于把这个地方人的消费习惯这些秘密给泄露出来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身边突然冒出了许多以针对问题少年进行矫正教育这样的学校。那么有很多问题少年的家长呢，把孩子送到这样的学校里，而且还跟教官掏心掏肺的说，我这孩子你随便打随便骂，你怎么收拾他都行，只要把他身上这毛病改过来就可以。你看家长这是说了狠话，可是说完狠话的家长他不会想到，
这些学校真的就是非常残忍的虐待他们的孩子。一次惊险堪比电影的越狱，揭开了一个匪夷所思的魔窟真面目。电击、毒打、性侵犯，他们遭遇了怎样的非人待遇？棍棒教育、赞美教育、高压教育，徘徊在十字路口，中国家长又该如何寻求教育的平衡？攻读学校与感化院如何帮助问题少年走出歧途？老梁观世界，棍棒底下出怪胎。咱们要说这个事儿啊，在浙江有一家叫少年行为矫正训练学校，有一个女学生呢，从这个学校里跑出来了，说自打她进了这个学校啊，她和她的同学遭受到这个学校老师教官的非人的虐待，甚至有的女学生遭到了性侵犯。那么这个引起了当地公安部门的注意，开始去查这个学校。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学校趋之若鹜来干这个呢？这个市场太诱人了，赚的太多了，非常丰厚。那么有记者调查呢，发现呢，像这样的学校往往收费极高。比方这样一个学校一年他要招这个100来名学生的话，有人给算了，纯利润就得在100万元以上。而基本需要投入的呢，无非是租个校舍，请几个教官。所谓的请教官，请些什么人？有不少是什么呢？从部队下来的，或者是武警转业的，还有一些呢，原先就在监狱里工作，来到这儿来。所以他们有的时候把各种各样很残酷的手法给带进来了。你看，我曾经就是了解过这种状态，对待这些未成年人，就问题少年，用什么方式呢？风火轮。什么叫风火轮呢？手指头缠一大圈这个卫生纸，然后歘给它点着了，不会把你的手烧坏，但是那个烤的你那难受啊，这叫风火轮。还有叫朝圣跪拜。什么叫朝圣呢？面对着教官，不准有任何防护措施，你给我直溜的往前倒去，摔得浑身生疼。现在我们监狱里都不准许使用这样不文明的方式，居然在这样的学校里边公然以教育的名义在线。你看看，那么说到这儿呢，有的家长朋友可能纳闷了，那家长既然知道这么狠的管孩子，那都是自个儿亲生的，他怎么就那么舍得把孩子送到这里边来呢？哎，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学校能够大行其道、大发其财的原因。它确实有市场，它的市场基础是什么呢？很多人就以为教育孩子就是花钱的，远不是那么回事。那么爱因斯坦有句话，疼孩子这是老母鸡都会干的事儿，关键呢，你怎么样正确的教育孩子，而教育孩子是要在孩子身上花时间的。咱们有的家长外头忙着挣钱，或者忙着自个儿的事儿，教育孩子怎么教育？经常是酒喝醉了，醉醺醺回家了，你起来，你这孩子逼着骂一通，或者是在麻将桌上打完麻将下来了，怎么不写作业呢？赶紧写作业去，根本不愿意把自己的时间拿出来陪孩子，利用这个时间教育孩子。所以当孩子成为问题少年以后，这样的家长呢，往往就觉得要推卸自己的教育责任了。我也教育不好，那得我有钱，我花钱请人教育，把孩子送到这些矫正学校里。所以这是相当普遍的一种心理。那么除了这种心理呢，还有另外一种心理，比方自个儿的孩子成了问题少年了，当家长觉得丢人，哎呀，真丢人呐。其实一个孩子学好不容易，学坏很快。当他学坏以后，这就跟人得了病一样，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你要真想把他带回正途来，得一点点来。可是很多家长呢，觉得这问题少年的存在，自个儿孩子这样丢人，让人知道多笑话，巴不得马上2个月、3个月就给他管教回来、归拢回来。他们一直逼着我读书，但我从小我也是希望他成才，是吧？我这边逃，他那边抓，一直是猫捉老鼠的生活。不是出去一次收错了钱，就跟我们打游击战。我爸从我小学就2个男人打我1个，全身打全部走掉了，知道吗？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不愿意选择那种长期持久、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方式，他愿意选择这种速成的，把他送到这学校，狠狠一顿鞭打棍锤，就能把孩子给拉回来。所以正是有这样2种普遍性的心态，才使这种所谓的矫正教育、行为训练学校大行其道。那么针对这种行走学校的矫正教育采用如此暴力的方式呢，在我们的网上我发现有很多有这样经历的把孩子送到这种学校的家长，他们对这个暴力教育也有不同的看法。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微博。你看，第一位家长就说了，说我参加过一些亲子教育机构，他们给我讲什么赞美教育、感恩教育，
觉得对孩子要多一份尊重，多一份理解。可没想到我用这种方式呢，我这孩子居然呢变本加厉，以这为筹码，倒不好管了。所以我看索性啊，我采用一些办法，就把孩子送到了这些行走学校。第二位家长呢，他就说道：我孩子我自个儿生的，我还没有打他的权利吗？他不听我话，我就得打他。孩子这么不争气，我一看这学校里还有些年富力强的军人，把这孩子能圈得住，能管住，我才放心。第三位家长呢，谈到了自己苦衷：我呀是做生意的，一天太忙了，我哪有时间来管孩子？他出现问题，我只能送到别的地方给我代管。但我不知道这些学校居然这么残忍的对待孩子，还电击，还罚跪。早知道这样啊，我真不该把孩子送过去。你看大家对待这种暴力教育的方式啊，每个人还真有不同的看法，说明中国现在独生子女教育状况相当复杂。它反映的是什么呢？反映的是我们现在独生子女教育方面，中国家长非常纠结矛盾的心态。相当多的中国家庭在三种教育之间纠结。哪三种教育呢？我一说你就能对上号。第一种是棍棒教育，棍棒教育就是反正隔长不短的体罚孩子，不听话得打。都有好多家长迷信传统那句话，这棍棒底下出孝子。哎，我把你一通打，这孩子就能打过来。棍棒教育呢，不是没有效果。我们首先得承认，对孩子进行体罚是有一定作用。有的人说不能打孩子呀，孩子也有自尊心呢，都给打坏了。咱不是指对着孩子要害部位打，谁舍得呀？打他屁股，打他手心，都这样。为什么要打孩子呢？未成年人心智不成熟，体罚是为了什么呢？让他记忆深刻。针不扎到身上，他不知道疼，他知道疼了以后，他有这种行为记忆。所以体罚它有一定合理的道理，一点不打孩子这是不行的。就像民间讲，小树得砍，小孩得管。但是你过多的采用棍棒教育，问题就出现了。怎么呢？这个棍棒教育，第一点是总这么打孩子，教训孩子，就容易使孩子产生奴化意识。谁掌握权力，谁就是真理啊！谁说不出力气大，谁就是真理。等到孩子到一定年纪的时候，他就会把这东西根深蒂固的搁到自个儿心里，他就会崇拜那些能控制资源、能控制别人、一些生杀予夺权力的人。这等于其实是权力教育和同化教育，这是一个弊端，使孩子产生那种唯利是视的想法。第二个呢，一般打孩子的家长，往往打完了之后呢，他心里也难受。怎么办呢？打完之后他安慰孩子，有的时候一通猛打之后呢，带来的是什么呢？对孩子过分的关照。我举一个例子，我有一个同学，他的这个姐夫是开饭店，开一个酒店。我们俩呢到他姐夫家酒店吃饭，正好赶上他姐夫在酒店里教育自个儿孩子。我亲眼见着他姐夫上去就给这俩孩子啪啪大嘴巴打的，打孩子呜呜直哭，让孩子跪着打。这种教育我看了觉得挺残酷，我说你这干嘛呢？隔一会儿他姐夫陪我们俩喝酒，他姐夫居然干了什么事呢？把那俩孩子过来，来，给你舅舅，给你梁叔叔敬酒。10岁的孩子让这俩孩子一人拿杯啤酒过来敬酒，那眼泪还没干呢，干，这俩孩子各干了一杯啤酒。然后你说这位男同志说什么？看不看着梁老师？这才叫龙种呢，这才我的孩子，男子汉，那能喝酒能怎么？他以为啪啪几个嘴巴把孩子缺点就都打过来。回过头你看，打完孩子他也心软，让孩子喝酒，还夸孩子是龙种。哎呦我的妈，我这当时真是没法看。往往采用棍棒教育的家庭，我不是说我这个说难听的啊，甭管您爱听不爱听，往往说明您的文化素质就不高。您平常可能在生活当中就是一个不大尊重人、蔑视别人感受的人。所以这种教育最大的弊端在于没法营造一个和谐的家庭气氛，让孩子感受不到该有的温暖，让孩子始终处于一种畏惧、恐惧、惊恐的状态当中，这孩子能教育好吗？所以这是不可取的。那么第二种，那种感恩式的教育也不可取，对孩子犯点小错也不知道怎么去惩戒，一个劲儿夸孩子做出一点小的成绩，哎呀这孩子真好啊，做得真好。我为什么不赞同这种教育？你过多的赞美孩子，使孩子近乎活在一个真空过程当中，他将来走向社会要跟外界接触，能有多少人像你那么惯着他呀？能有多少人去赞美他呀？他如果走向工作岗位犯了个错误，是不是得遭到惩罚？
他的老板、他的领导会采用赞美的方式去鼓励他吗？不能。所以这容易使孩子的抗击打能力极低，缺乏情商，一遇到挫折不知道怎么办了。而且赞美教育一大弊端是很难让孩子培养出责任感。为什么我们说孩子必须接受惩罚的？我认为这是人成长过程当中一个必由之路。你犯了错误了，你还不允许别人有低的评价吗？你做了错事，难道自己一点不担负别人评价上的这种责任吗？这怎么可能呢？什么事没干好，你必须负相应的责任。你看澳大利亚有这么活生生例子，有一年澳大利亚着了一把很大的火，就是几个孩子玩火引起的。孩子未成年，不能受法律处罚，家长怎么办呢？带着自己的孩子，对所有受害人的人家挨门挨户赔礼道歉，给人鞠躬。为什么要带着孩子？告诉你，小小年纪你要知道，做错事是要受到惩罚的，做了错事是要负担责任的。可是我们的家长很多时候怎么教育呢？我以前说过这事吗？孩子趴走路，被门槛绊个跟头，摔到地上哭了，结果上来家长踹着门槛两脚，你看把孩子给摔的，这跟门槛有什么关系？你孩子走路自己不看着，是他犯了错，可你这种教育等于让他不负责任。所以我说，实质上的感恩教育和赞美教育，它有它的合理内核，可是很容易被中国家长给滥用，这也是一种不合理。而赞美教育、感恩教育呢，往往有个美其名曰的说法，叫给孩子快乐的童年。为什么我说这个说法很虚伪呢？下边咱说第三种教育，你就知道。第三种教育我们说叫高压教育。什么叫高压教育？现在独生子女家庭一家那么一个，谁不希望孩子将来有出息？所以一涉及到学习的，你看家长没完没了的给孩子施加压力，你可得好好学呀，这家里希望在你身上了，只要你学习好，别的事家里都给你干，你要啥都给你买。然后孩子回来，所有业余时间都被学习占，监督他学作业、写作业，然后带他出去学琴棋书画、奥数啊，什么航模啊，都为了升学。这就是一种高压教育，给孩子带来的压力非常大。所以中国好多家庭除了在学习上无一例外的采用高压教育以外，很多家长在棍棒教育和赞美教育之间纠结。可是公读学校发展呢，完了，全国曾经200多所公读学校，到现在也就几十所了，而且还面临着倒闭危险。为什么呢？公读学校这个名不好听，给人感觉公读学校就是少年犯预备班、少年犯预科，接下来就可能犯罪。所以很多家长不愿意把孩子送到公读学校，而公读学校的学生出来呢，社会上歧视，好像在这个学校出来不是啥好人，咱得防他点。所以一点点生源枯萎，好多学校办不下去了。可是公读学校原来是国家办、官办的，他在资金上各个方面这些年捉襟见肘，也出现了很大困难。那么我想，如果我们现在问题少年普通的义务教育难以解决这问题，送到所谓这种特殊学校，我们看刚才对孩子这种虐待无异于火坑魔窟，那怎么办呢？我们为什么不把原来公读学校那个架子利用上呢？我们可以做改造。首先一个，咱们可以不用公读学校这样刺耳的带有一点歧视味道的名字，咱换个名字，比方也可以叫特殊教育，可以短暂的非常态化，比方说半个月、1个月、半年，足够把这个行为矫正过来，以这个为期。然后政府在这方面多加大投入，教育里边辟出这种特殊教育经费，因为你把这些孩子管好了，等于为未来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减轻了很多负担，也减少了很多社会的治安隐患，值得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投入到当中。这就解决了公读学校经费问题。再一个，打破它原来封闭的这种方式，原来是只有允许周末孩子回家，现在公读学校你可以办的，他平常都可以回家，在学校接受特殊教育，矫正他一些行为，然后正常的回家，让他在家庭和学校之间能够找到情感上的平衡点，不至于与世隔绝、封闭，产生一种自卑的心理。现在的教育这种引入，矫正问题少年，一定是教师的教育和家庭的教育结合。这里边呢，咱们就得更好的学习一下呀，西方有些国家那种感化院的方式，咱们中国台湾就有。感化院就是呢，不仅仅是老师教育，你的亲属也得来，经常跟你通话来看你，然后周末的时候接你出去玩去，用这样一种方式来感化你。我举一个最活生生的例子，咱们知道有个著名的歌星叫齐秦，他姐姐齐豫，唱橄榄树那个也是大歌星。他爸爸不管家，他妈妈天天打麻将，结果齐秦呢，打小就学坏了，
10多岁的时候跟几个外面的孩子打打杀杀、砍人收保护费，这么点孩子不算犯罪呢，就把他送到感化院去了。齐秦当时一开始就绝望了，为啥？姥姥不疼，舅舅不爱了，哥们儿也没了，被家人和社会抛弃了。那么这时候除了教师教他以外呢，齐秦的姐姐齐豫起了很大作用。哎，每个周末都坐着火车来到这个感化院看自个儿弟弟，然后平常每天晚上呢，给自己弟弟至少打2个小时电话，不断跟他说，咱们家里头你得原谅自己爸爸妈妈，人生还是有希望的，你看你不有这天赋吗？给齐秦买了一把很好的吉他，齐秦在里边就练，一跟音乐结缘了，他的天分发挥出来了。哎，他开始心有旁骛了，就注意力不仅仅集中在这个受教育的过程上了。齐秦这样在里边待几年之后走向社会了，凭借着自己音乐一技之长，齐秦成了大歌星，而且心态很平和，再没有跟过去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往来。你看我举齐秦的例子，其实就在说明什么？问题少年出现的时候，这个问题少年的心理世界是个封闭的，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一点一点不过分剧烈的打开他封闭的世界，让他感受到外面的世界这种温暖，他愿意和外面温暖的世界走到一起，这样他身上的问题往往会迎刃而解。我们现在社会就恰恰需要发生在齐秦身上这种教育方式，让他大行其道，让每一个问题少年感受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而不是外面的世界很无奈。而我们每一个从事这方面教育的人，也应该有齐秦唱那首《外面的世界》当中的那种心态。用歌词来说，就是天空中虽然飘着雨，我依然等着你的归期，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有一桩故意伤害罪的案子2审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那么这个案子呢，如果从案情上看呢，挺普通，就是施暴者呢捅了受害者9刀，造成受害者重伤。可是两者之间的关系很耐人寻味，施暴者是儿子，受害者是母亲。儿子捅了亲生母亲9刀，这得多大的仇？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画面上啊，这就是最后的受害者母亲。我们看呢，有点面黄肌瘦的，眼睛里呢含着无限的委屈。那么说这个儿子为什么能捅这样的母亲9刀呢？什么原因呢？说出来你可能都觉得可笑，就是由于这个儿子向母亲要学费，这母亲呢没有及时的把学费给了正在念书的儿子，这个儿子在机场恼羞成怒，抛出2把水果刀捅了亲生母亲9刀。那么这个事情您听起来可能会感到义愤填膺，甚至都有点咬牙切齿。咱们这样，咱们先看看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2011年3月31日，24岁留学生汪某在上海浦东机场因学费问题与母亲发生争执，情急之中，汪某从包内抽出2把尖刀，对身后毫无防备的母亲头部、手臂、腹部、背部多处进行砍刺，致母重伤。被捕后谈及行凶原因，他这样说：他又刺激到我了，一下子爆发出来，就是到极限了。10月31日，法院一审以伤害罪判处汪某有期徒刑3年6个月。哎呀，可怜天下父母心呐！你看看最后这当母亲的，让儿子捅了9刀，捅成重伤，可在法庭上他的什么表现呢？不仅没有丝毫责怪儿子，而且反复以自己儿子是精神病为由啊，希望法庭能够轻判，不要重判自个儿子，百般给儿子开脱。我们想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为什么一审之后他儿子觉得判了3年多是判重了，要上诉，恐怕和母亲对他的支持是不无关系的。可是从我们的基本法理知识来看呢，你捅了人家9刀，最后一审仅判了3年多，应该说是法院呢充分考虑到这个受害人最后的态度，是有一种和解的态度才判这些。可是儿子似乎依然不领情。看到这儿呢，咱们可能不少电视机前的观众啊，会感觉到，哎呀呀，真是啊，这才叫世间无不是的父母，天下有不孝的儿孙。但是我们如果仅仅是骂这个孩子的话，我觉得无助于事情的解决。假如说这孩子从小到大，你给他放到一个积极教育的环境当中，给了他平和的心态，他会有这样的作为吗？恐怕很可能在他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当中，
有某种东西是缺失的，才会形成孩子这样的一种性格。最后因为欲望得不到满足，没有给学费，就掏出刀向自己的亲生母亲下手，下毒手。其实这个道理呢，在我们看来呢，大多数存在于现在的独生子女教育当中。那么独生子女教育里面有一个特别突出的特点，你比方说我们小的时候啊，家里都4、5个孩子，那么家长呢就不会把所有的资源都给一个孩子，哪怕偏爱说老儿子大孙子老太太命根子，也不可能把好吃好喝的这些为数不多的资源都给一个孩子。有那么句话，容4岁能让梨。容4岁能让梨，地与长，宜先知。为什么孔融4岁就知道让梨呢？因为他有哥哥，孩子多，知道长幼尊卑，怎么去谦让礼让。可是现在的独生子女那小皇帝，什么资源都是他的，他想有什么家长都给他，家里所有好东西都是他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父母都盯着这么一个小宝贝儿、小皇帝。那么这个时候资源太过集中在他手上，所以一旦他的欲望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他往往暴跳如雷，火冒三丈，认为这是奇耻大辱。而这种火冒三丈往往把这火气发泄到哪儿呢？对家里人，你怎么不给我了呢？其实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例子呢，并不是什么孤立，在独生子女一代身上呢，发生这样的事儿，全国不是没有。你比方说，在这个黑龙江鹤岗呢，有这么一对母女，母亲倒是挺有钱的，这个女儿姓李，一天天长大以后呢，在哈尔滨定居了。他母亲呢，就在哈尔滨给他买了房子，又买了车。然后他女儿不满足，说要是再拿钱给他开个美容院，要拿100多万。结果这孩子开美容院赔了，剩下有100万呢，他搁手攥着不给他妈。他妈就觉得这个钱呢，怕他随便挥霍了，就来找他要来了，说这是欠别人的。结果这个女儿恼羞成怒，居然开着车把他母亲撞死在死活当中。你就看看这是什么？自己的利益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啊，自己的利益不能够按自己的想法啊，自己随便支持的时候，把这种怨气发泄到亲人身上。当然不是所有的，个别的，他特别重视自己的存在，漠视他人的利益，漠视别人的生命价值。这个不是我危言耸听，你就咱从小事上开始说。有的独生子女，你比方80后一代人，哎，他也是非常有爱心啊，关心一些慈善事业，对别人也挺好，可是往往忽视身边人的利益。这就我们说隔着锅台上炕，他往往拿身边人反而不当回事了。我给你讲一个事儿，你就会觉得有意思。我这个朋友呢是一个处长，他这个处室里边呢来了一个80后的大学生。我们知道10年4月份呢，青海玉树发生了地震，这一报道啊，这大学生上班说起这事都感动的掉眼泪，说这玉树太可怜了，我要捐款，他要捐2000，兜里呢只有1000块钱，他就向我这个当处长的朋友，他的领导借了1000块钱，捐上去了。捐完之后就当没这回事了，他也忘了，就不记着该我这个朋友1000块钱了，欠了1000块钱。接着我们知道4月份是青海玉树地震，8月份是甘肃舟曲泥石流事件，结果这孩子又被感动了，痛哭流涕的，哎呀，太感人了，我还要捐款。他一说要捐款，我这朋友就乐了，心里说你当初欠我那1000还没还呢，没想到这孩子一捐款又要捐2000，一摸兜1300块钱，张嘴就说处长你再借我700吧。你看他原来那钱还没还呢，又借700，他心里他已经把那茬忘了，他关心的是远方人的这种切身利益，却对身边人的利益比较漠视。这还不算严重，严重到极端到什么程度呢？他不仅漠视他人的利益，甚至还漠视他人的生命。最典型的例子大家都知道，药家鑫事件，哎，把这个女人撞倒了，他心里想别到时候给我惹啥麻烦，掏出刀来捅了人家8刀。2010年10月20日深夜，西安音乐学院学生药家鑫在驾车回家途中将受害人张妙撞伤，随后其残忍地用刀将张妙杀死。2011年5月，药家鑫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法庭上，药家鑫关于自己杀人动机的说法引起社会轩然大波。农村的特别难查，漠视他人存在的价值，漠视他人的生存。也就是说，自己小时候各种利益得到的太多了，极度的以自我为中心。我们这不是说所有独生子女，但是有相当多的独生子女身上有这毛病，他是利益的核心，哎，他是所有各个方面关注的核心，
所以这样的事应该说是我们独生子女教育方面的一个重大缺失。这也反映了我们很多家长孩子要什么给什么，他就没有学会在这种欲望得不到的时候怎么调整出平和的心态，你根本没有教会他。那么我们说平民百姓家的独生子女，那么呢你要跟社会广泛接触呢，你的孩子也不是个强势群体，这时候呢你会知道怎么平等的甚至抬着脸跟别人打交道，一点一点的受到一些挫折之后呢，可能你这种骄横的独生子女心态呢就得到了一种修正。但最可怕的是什么呢？富二代、官二代，就是有权有势有钱的家庭的孩子，他甚至家里头父母就有这样的能力，他能保证这孩子一辈子锦衣玉食，有个锦绣前程，用不着跟外界呢平等的打交道，始终是有优越感的。那么这样的富二代问题就特别大，他小的时候养成那种习惯，到了成熟以后都已经成为成年人了，他依然不会改掉，因为他依然有这种集中的优势啊。不仅我父母得围着我来呀，我家里有权有势有钱呢，别人也得对我怎么样，我才真的小皇帝。这种教育体现在多方面，比方说父母平常就比较骄横，给孩子带来的是呢，你就玩你的，什么事爹妈给你摆平，咱们能吃亏吗？这种例子不是没有啊。去年10月份长春发生了一起砍守门事件，都骇人听闻。2011年10月8日，吉林省实验中学高3学生吴天浩在篮球场上与郝志鹏因身体碰撞发生冲突，随后吴天浩被郝志鹏电话叫来的数十人乱刀砍成重伤，一只手差点被砍断，只剩皮肤相连，在被送院抢救后因伤势过重不幸身亡。两个孩子，一个叫吴天浩，一个叫郝志鹏，打篮球的时候呢，小孩嘛，互相之间肢体发生冲撞了，就吵起来了。结果郝志鹏呢，把他自个儿的父母给叫来了。他父母一看孩子吃亏了，火冒三丈，叫了一帮打手，居然就把这个叫这个吴天浩的孩子2个手砍断了，送到医院之后不治身亡了，死了。就无论最后说怎么追究刑事责任吧，是不是一个花季少年的生命从此无法挽回了？那么我想这个事儿，如果不是他父母过分的溺爱孩子，不是他父母优势意识太强，到人来一看我儿子能吃亏吗？给我找人收拾他打他，弄死他，一定是有这样的骄横心态才造成最后惨剧的发生。这个就让我想到呢，这是谁的责任？我认为不是孩子责任，就是父母责任。所以我说有啥家长就有啥样孩子，别怨孩子这个问题上。还有一些例子在生活当中是随处可见的，你比方说家里很有钱，对孩子的教育呢往往是停留在什么层面呢？他要多少钱我都给他，上什么样学校我都有钱。可是你别忘了，教育孩子绝不仅仅是给他钱上好一校就拉倒了，父母还要在他身上进行多重的这种道德教育、修身方面的教育，孩子才可能形成一个健康平和的心态。要不然的话，他除了物质条件不错以外，在精神世界里没有能填补他的东西，那他会怎么办呢？你看杭州发生过那个什么70码事件，那个孩子叫胡斌，小年纪就飙车，结果在杭州呢把人一个青年给撞死了。他身边还有不少这样的富人家的孩子，年纪轻轻的就飙车就什么？他为什么飙车呀？追求生死时速啊，如此漠视生命啊，那不就是心灵空虚吗？不玩这个没什么可玩了。所以这就是家长没有相应的在物质丰足的同时给予孩子精神层面的教育。更有极端的例子吗？前一段时间四川破获一起案子，他们是缺钱吗？根本不是，家里都很有钱，可为什么这样呢？追求刺激，平常待着没意思了，抢劫去吧，这多好玩啊！拿着刀拿着什么的，把钱交出来，就像看片子里边那种飞天大盗似的，他觉得特刺激。那么这个你探究它的根源是什么呢？就说明财富啊，它并不完全是有好处的，财富也是双刃剑，它给你带来了享受的同时，有可能消磨腐蚀你的精神，使你的精神陷入到空虚化。这一点对孩子对成年人都同样可怕。就说如果你在财富增长的同时没有一个相应的化解财富副作用的这样的精神力量，你人很有可能礼崩乐坏，陷入到不道德的深渊。就是你财富增长也是一个心魔，那么你为了化解它副作用，一定得有相应的精神力来去制约它，来把它的副作用消解掉。可是我们现在好多有钱有权人家，
对孩子的教育给了你钱就行了，反而对孩子精神上的这方面的教育做的比较差，或者是父母太忙无暇顾及。所以你从这点上看，我们好多独生子女家庭，爹妈花了很多钱，也觉得给孩子尽心尽力了，你这怎么的我都能满足你，怎么孩子不仅说培养的好坏不说吧，居然还不领父母的情，不感父母的恩。有的孩子对这个现象呢，就提出了种种疑义，说自己爹妈这么不对那么不对，甚至有一些怪罪的话呢，在我们看显得稍微过分。有不少孩子不敢直接跟爹妈说，在网上有时候发泄自己心里的烦恼，所以有的孩子在微博里边经常写这样一些发泄愤怒的话，咱们不妨一起来看看。你看这些孩子说的，有的抱怨自己爹妈是拜金主义，胡乱猜测要有那换钱的机会，把自个儿都能换出去。还有的抱怨爹妈拿自己就当个机器人，这将来你要想买那种全面优秀的孩子，你就买机器人好了。还有的孩子说自己这简直就是犯人，爹妈就是看监狱的，认为爹妈对自己管得太严。你看看，这对于我们很多家长来说，不仅自己的投入没有得到孩子成长健康成长的回报，反而连孩子对自己都不感恩。所以很多家长也觉得，哎呀，现在这孩子怎么这么难教育啊，怎么这么差呀，我们怎么费了这么大劲呢？其实这个道理并不是完全在孩子的问题症结，而在于你自己。如果你自己教育孩子真得法的话，绝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现在呢，给你不妨支几招，就是你要怎么样教育自己孩子能避免这个情况，得加强4方面的教育。什么呢？我管这4方面叫环境教育、责任教育、诚信教育、挫折教育。首先有一点，环境教育，你不能把孩子整天只身到都是物质的环境当中，或者都是乱七八糟的环境当中。你应该给孩子放到一个相对积极向上的、强调精神力的这样的环境，让孩子不去把所有精力都搁到物质上，这就好很多。这经典的例子，我们不少朋友都知道，孟母三迁。孟母带着孟子头一个住的地方啊，这市场卖肉的啊，还吆五喝六的。孟子跟人家学做买卖，学讨价还价。孟母一看不好，换个地方呢，住呢离坟地挺近。孟子天天跟人学怎么打幡啊，什么抬杠也不行。换到第3个地方是个学堂，孟子天天学规规矩矩上学，跟人讲道理，学文化。哎，这个环境到了，孟子的教育就上去了。所以环境教育，父母不要以为给了孩子很多钱就完事了，你怎么给孩子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教育，这是第一。第2个，责任教育。咱们现在很多家庭不重视这方面，跟孩子说你只要把学习学好了，别的啥也不用你管，让孩子觉得呢什么都是我的，我就即使出错了我也不负责任。所以这就使不少的孩子到了大了以后呢，犯了点错误不肯承认责任，百般的抵赖，出点事不是主动去化解主动去弥补，而是干脆我跑了，我逃避了。有不少80后的孩子就是嘛，你把工作交给他了，他满口答应没问题，梁老师我都能干，到最后干不出来了，他怎么办呢？手机也不开了，电话也不接了，这工作都不要了，也不跟你说辞职了，躲了。这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体现在教育上什么？比方说这孩子在家里很小呢，走路歘摔跟头疼哭了，家长上来往我跺地板，哎呀，你看你这个地板把孩子摔成这样，跺2脚，那是孩子自个儿没走稳呢，管地板什么事儿？所以这种教育就是完全丧失了责任教育。澳大利亚有一段时间呢，几个孩子玩火造成了山火，使很多家财产受损失。孩子很小，不能负刑事责任，怎么办呢？家长带着孩子挨家挨户的道歉鞠躬，让孩子看着，就虽然你小，你负不了刑事责任，可是你造成的损失，你必须在精神上得承担责任，给人道歉。咱们现在中国独生子女极度缺乏这个责任教育。再有第3个，我说的诚信教育，就有的时候你呀在外边撒个谎干嘛的，孩子在家跟着都学，你必须得考虑这方面的情况。你看咱们中国古代有个曾子，曾参嘛，也被称为这个圣人。曾参要离开家看个亲戚去，他孩子就作闹啊，我要跟你去，我跟你去。曾参他媳妇一看这哪行呢，孩子别闹了，你让那爸爸出去串门去，回来呢爸爸给你做猪肝汤喝，就是宰猪给你做猪肉啊猪肝什么的吃。孩子一听有吃的不哭了。等曾参串完门回来，撸胳膊挽袖子就要杀猪，他媳妇说你疯了，咱家那猪才多少，不到100斤就出来，那不行不行。曾参说绝对不行，必须得杀。你答应这个孩子了，说只要他不哭不闹让我走，回来就给他杀猪。如果你骗他，孩子就会用这方法去骗别人。
他就学会了不诚信。你看看，父母是孩子一面镜子呀，这个力量是不得了呀。这就我们说的诚信教育。还有一点非常关键，就挫折教育。比方说学校最好的挫折教育是什么呢？孩子在一块打打闹闹的呀，玩啊，体育比赛呀，这局球我赢了，下局我输了，这是体育是非常好的挫折教育。可是我们好多学校呢，怕孩子出事，怕家长找上门来，春游取消了，课间不准打闹。你说孩子课间不嬉戏干嘛？那是孩子呀。学校单双杠都取消了，就怕这一活动一锻炼出点事，家长找来。你看，这既有学校的问题，也有家长的问题。没有了挫折教育，孩子就永远学不会情商这方面怎么样调整自己的心态。所以我说，如果你作为家长的，你做好环境教育、责任教育、诚信教育和挫折教育，你这孩子不至于将来出什么太大的错误。当然，最关键还有一点，家长要以身作则。咱们有很多家长做不到这个。我举个例子啊，我一个朋友去年11时候跟我说老梁，我这都上死火了。我说你上什么火呀？我那孩子呀，11期间呢，打7天电子游戏，天天玩啊，一天书也不看呢。我说那你这7天干嘛了？我打7天麻将啊，你看还是的吗？你自个儿在那吃喝玩乐呢，你让孩子规规矩矩在那看书。家长是孩子一面镜子呀，这个在生活当中是比比皆是。你说你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你让你孩子讲诚信，你打爹骂娘的，你让你孩子孝顺，你在外边嫉妒咬牙切齿的，回家让你孩子心态能平衡，那怎么可能呢？所以说家长，有的家长以为我花了很多钱了，孩子就该怎么地，你别忘了你身上那点毛病潜移默化的都给孩子传过去。尤其值得咱特别说一句的什么呢？咱们现在这个社会啊，离婚的家庭很多，往往孩子是单亲家庭，爸爸带孩子，妈妈带孩子。我劝天底下这样的父母，少把那点对生活啊、对异性、对单位领导什么的怨气啊，你移到孩子身上。有的回家不检点，往那一躺，哎呀，我们单位那谁缺死得了，怎么我恨死他了，我恨不得怎么地。往往就把你这点怨气孩子都接过去了，他就没有种下慈爱的种子，却种下仇恨的种子了。最可气的是呢，单身爸爸带孩子，孩子呀，这女的都狐狸精，你可别信啊。单身妈妈带孩子，跟孩子说，男人一个好东西都没有。你看看，把你们辈子那点上辈子这点仇恨或者不恰当的情绪都转移到孩子身上，那你想想，这时候孩子怎么可能心态会平和呢？所以我刚才前面说到，这期是个极端的例子啊，捅了他母亲。可是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到，这个家庭教育里面一定有一些缺失的东西。那么这个缺失东西在哪儿呢？我认为中国现在独生子女教育不是教育孩子，而是教育家长。正是因为我们家长身上有太多不适当的东西了，孩子把这些东西学去了。有一点提醒大家，一个人在社会上啊，至于他功成名就啊，还是活得平平淡淡的，真的不是人生最主要的。可是我们有的家长非常片面的把这种绝对功利竞争化的东西教给孩子，你要考不上大学，你将来就怎么就完了，你只要怎么样，别的什么都不用你管，让孩子掉入功利主义的泥潭当中，而丧失了一个平和的心态。本来孩子俩人挺好的，我同桌外语学得好，我特羡慕他。回到家跟家长一说，家长拍桌子，怎么那么窝囊废呢？你凭什么不能超过他？这孩子努力赶超同桌，超过去好了，没超过去，看他由欣赏变羡慕，由羡慕变嫉妒，由嫉妒变仇恨。本来挺好的小伙伴，让家长一句话给拆散了。我举这例子就是最后告诉大家一点，孩子身上的毛病往往大多数来自父母。咱们不要以为可怜天下父母心，但其实每个父母身上都有需要学习的地方。我想这也是这期我们做节目一个最主要的宗旨。咱们教育孩子，记住从教育父母开始，让孩子自省，先从父母自省。人这一辈子呀，总希望在重要的事情上自己能做得了自己的主，来体现我们的选择和尊严。可是有一件事情啊，不见得自个儿能做自个儿的主，那就是当一个人的生命走到尽头的时候，是不是要进行大量的以痛苦为代价的延续无意义生命的治疗？可能这个时候医生、亲人的意见占据了上风，就由不得病人自己来做主了。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不仅希望自己能够有尊严的活着，也希望自己能够有尊严的死去。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今年7月份北京民政局批准之下，挂靠到北京卫生局下边的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正式成立。他们试图用立生前预嘱的方式来实现有尊严的死去。画面上呢，
这位呢名字叫罗点点，她是中国开国大将罗瑞卿的女儿。这次这个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就是由她来倡导的，同时还有呢开国元帅陈毅的儿子陈小鲁。那么所谓的生前预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人在清醒的时候，就是绝对理智的时候，立这样一个其实属于遗嘱性质，就是说当我比方说生命走到尽头的时候，要不要用心肺复苏术人工呼吸机把这个气管切开插进这个管道，就要不要搞这些？或者说你得了不治之症癌症的时候，要不要在已经进行一系列治疗无效情况下继续使用化疗？就是我刚才说要不要以痛苦为代价来延续无意义的生命，就你要表态，这个我们叫生前预嘱。其实它的目的就是实现我前面说的有尊严的死亡。很多病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往往要经历这样的过程：心脏按压起搏，上呼吸机，24小时补液，躺在重症监护室，意识渐失，脏器衰竭，即使脑死亡了，也可能还继续靠医疗设备维持心跳。如果发生了心脏骤停，我不需要心脏，我心脏走我不需要复苏如果呼吸停的话，你就让我停掉吧。7年前，做过20多年医生的罗点点，联合一些医学专家，成立了国内首家倡导尊严死的公益网站。尊严死也称自然死亡，是指在治疗无望的情况下，放弃人工维持生命的手段，让患者自然而有尊严地离开人世，最大程度地减少痛苦。像为什么我们说罗点点、陈小鲁这些人会推广这个生前遗嘱，其实来自于他们的生命体验。这罗点点的婆婆呢，在2006年呢，由于这个肝脏各个器官衰竭，当时呢就决定说要不要插上呼吸机。其实上她这个生命已经到了终点了。这时候罗点点呢说，我来做婆婆的主。我婆婆如果清醒的话，她不会希望用这种方式，既浪费了医疗资源，对自己没有任何意义，而且将会受无穷无尽的痛苦。所以在他极力主张之下，拔掉了人工呼吸机。几个小时之后呢，老人家很安静地离开了这个人世。所以后来罗点点就说自己当初决定是正确的。他当时等他婆婆死了之后，翻他婆婆的遗物的时候呢，发现在他婆婆日记本里边夹个纸条，就说我希望在我临终之前不要做无意义的增加我痛苦的医疗。这个事情呢，可以由我的儿媳来做主，因为罗点点呢本身是学医的，他既有这个常识，也有这个意识。所以罗点点他自己本身就签了生前预嘱，就说我要有那一天，我同样和我婆婆的做法是一样的。那么陈毅元帅的儿子陈小鲁，他直接就对媒体讲过，就自己非常后悔的是呢，当年他父亲临终前，我们说陈毅元帅是1972年过世的，过世之前也是身患重病，当时用大量的医疗手段治，根本无法挽回陈毅元帅的生命，反而白白的增加他的痛苦。那时候我父亲可能已经是基本上没有知觉了，这个喉咙里是就气管切开，对吧？插着管子，他也不能讲话了，身上都是管子那我看得非常难受，就是这个人躺在地方人已经不成形了，就是靠这个呼吸机，靠输液，靠打强心针来维持陈小鲁就忏悔说，我后悔的是我当年没有能替父亲做这个决定，把呼吸机拔掉了，不要遭罪，安静的离开这个世界就完了。所以说这样的这个行为呢，来自于他们的人生体验。其实在我们国家呢，刚才我说了，这种情况在中国民间也是非常常见的。有一位这个人到中年的这位医生，他本身是医生，他父亲得了癌症，在家庭的压迫之下呢，这种压力很大，亲戚朋友都看着决定就是不惜一切代价给父亲治疗。结果父亲在临终前这几个月受尽了痛苦，各种各样的化疗，人工呼吸机又进行牵引，就可以说老人生不如死。这个时候老人自己已经做不了主，他要能做主的话，他甚至希望医生尽快的结束他毫无意义的生命。而这种情况下，第一种是病人受尽了痛苦，也无法挽回生命，最多就是多活那么几天几个月而已。
这时候生命就毫无质量可言。还有第二种情况，病人变成植物人了，仅仅存在着生理意义上的存活，实际上已经脑死亡了，那还有必要通过人工手段来延续他的生命呢？也就是说，在这个阶段，他的生命是人工生命，并不是我们正常意义上讲那种鲜活的生命。那么这时候还有没有必要再采用这样的手段？有的人说，那你说那病人呢遭罪，他遭罪他也不见得就真愿意离开这个世界。有那么句话吗？这好死不如赖活着呢。那有不少老人到那时候，哎呦，那求生欲望很强的，你说你这时候就说医疗无效了，给他停了，他能干吗？其实呢，现代的心理学分析过，人在面临死亡的时候经历了几种心理阶段，它有5个阶段，有否认，有愤怒，有恐惧，最后有抑郁，然后呢，最终是接受。这个恐惧阶段呢，也是祈求的阶段。你看，当医学诊断说某某人得了癌症，这个人一开始是否定，不可能，不可能，我怎么能得癌症呢？这是先是否定。接下来呢，他感觉到这种生命已经受到威胁了，即将走向死亡了，他变得很愤怒，脾气暴躁易怒。再接下来，他开始深深的恐惧，这个恐惧阶段就是他祈求的阶段。他这时候非常愿意配合治疗啊，我怎么能让我留一条命啊？我可不想死啊！可是再接下来，他的理智又占了上风了，他认为不可逆了，治也没用了，所以这时候往往他情绪很抑郁，到最后呢，临终时候他已经能够接受死亡。也就是说，人在临终时候他的情绪容易上下波动。其实这个波动并不能改变残酷的现实，就是你再怎么过度治疗也没用了，只会增加你的痛苦。所以生前预嘱提倡呢，要在你清醒的时候，就是人真要走进了重症病房了，真到临终的时候，他这情绪受死亡威胁太大，不见得清醒。所以生前预嘱立这个预嘱的时候，应该是在你身体还没太大问题的时候，处在清醒状态之下，你的一种选择。那么这个不仅仅是从病人要临终的人他们身上切身感受出发，还有一点，有一种积极的社会作用，就是现在针对目前中国的医疗资源，你看比较典型的临终的人往往送到哪儿？经常进这个 ICU 病房啊，你又是这个切个气管，又上呼吸机的，又是心脏复苏，那个心肺复苏术啊，经常把病人的肋骨都弄折了，或者心脏电压啊，人工往心内注射液体，惊心动魄的治疗，延续了病人短短的那么几个小时或者几天的生命，最后还改变不了死亡的结局。本来原先就是3甲医院呢，大城市有 ICU 病房，现在你看2、3线城市只要有条件的都上 ICU， 为啥呢？挣钱呢。因为你进了 ICU 病房，说白了就是你别的治疗啥也没有，就是简单的人工的维持你的血压，维持你的什么正常的呼吸，就这些，一天就得5、6千块钱。所以就这方面花费是很大的，而且人要到了不行的时候，再怎么过度医疗都没有用。有大夫跟我说，说人一辈子，中国人这一辈子1半以上的医疗费花在了生命最后半年，就要到不行了，费用上来了。所以有人提倡说，你原先应该养生啊，应该注意啊，何必呢？这是。所以我说，这个生前预嘱它所针对的，它绝不仅仅是说就要解决病人的痛苦，要解决这个临终之前有尊严的选择问题，它里边还着眼于这种社会医疗资源的巨大浪费。所以就这几个方面结合，也使生前预嘱在中国呢获得了很多人的认同。那么它的方式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生前预嘱签订的是模仿美国的方式，因为现在世界范围只有美国对这种方式立法了，同意了。2005年春天，全球媒体的焦点集中在美国女植物人特里夏沃身上。她的生死选择曾经惊动了白宫、参众两院、最高法院以及成千上万的民众。1990年，特里心脏病发，成为植物人。8年之后，她的丈夫向法院申请拔去特里的生命之管，让她自然死去。而特里的父母对此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女儿有维持生命的权利。一边是支持特里父母的强烈民意，一边是支持丈夫的司法判决，双方冲突不断升级，甚至在民意压力之下，白宫和参众两院都罕见地介入此事，倾向于让特里活下去。最终，最高法院在巨大压力之下，甚至不惜以拘捕多名冲入医院的支持者为代价，
仍然判决拔掉特里的进食管，而法院终审的最重要依据之一，就是特里的丈夫、医生和一些朋友证明特里在生前清醒之时有过尊严死的愿望。在拔管13天之后，特里的生命消失了，这也是世界上关于尊严死最著名的事件。有人说这跟安乐死有区别吗？大有区别。这种方式我们叫尊严死，不叫安乐死。而且这个尊严死有个最积极作用，它绕开了安乐死法律的一个地带。什么地带呢？就安乐死，你不管怎么说，是病人和家属合谋，通过一种医疗手段终止病人的生命。就是我现在很痛苦，你大夫你给我打一针，你让我死了得了吧。这个无论病人怎么样要求，这个过程，这是大夫和家属帮助病人死亡的。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安乐死根本无法立法，原因就在这儿，就是你一旦要真是立法同意安乐死了，那是不是有些不道德的医生或者病人家属想借用这个机会来谋害病人呢？这很有可能，因为它里头有绕不过去的一个坎儿，就是这毕竟是由别人下手终结你的生命。这从法律和人伦上来讲，可能不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但是尊严死就绕过了这个门槛，因为尊严死是你自己的选择。这个时候医生和家属呢，仅仅是面对你这种病情的不作为，而不是直接动手加快你的死亡，让你直接步入死亡。所以这个尊严死在一定程度上绕开了安乐死的门槛，所以它更容易被广泛的人群所接受。就说到底应该怎么整，怎么救治，有一套完整的这个生前预嘱签立方式，大致叫我的5个愿望。这我的5个愿望呢，就把你临终之前所有关于这些医疗方面的一些东西都囊括到里面了，你可以通过打勾来进行自主选择。罗点点创建的网站名字叫做选择与尊严，选择在前，尊严在后。网站中有一份题为生前预嘱的文件，希望选择尊严死的当事人需要填写文件中罗列的我的5个愿望。内容分别是：我要或不要什么医疗服务，我希望使用或不使用支持生命医疗系统，我希望别人怎么对待我，我想让我的家人朋友知道什么，和我希望让谁帮助我。可以说，这5个愿望是患者失去表达能力，已经不能再对医疗发表意见的时候能替他说话的文件。可能现在我们有些观众朋友啊，看了这个觉得很有道理啊，这就是有尊严的选择啊，一种自己的死亡方式，这无可厚非啊。说这个可比安乐死我们看着好像心里能接受多了，但是这个事情在中国为什么目前没有能进入法律规范？而且这个生前预嘱不具备法律效力，它只是给患者提供一种选择，甚至呢给病人家属做选择的时候提供一种依据。它为什么无法现在进入法律呢？因为中国有非常复杂。为什么无法现在进入法律呢？因为中国有非常复杂特殊的情况。我们可以把这种情况跟大伙儿说一下。第一种呢，中国存在着不得不活的现象，就说我不想活了，但我不得不活。你像巴金老人活了100多岁，他生命的最后6年就是靠呼吸机维持着，喂食把气管都切开了，他是痛不欲生，就活着还不如死了呢。可是他身边所有的人都很爱他，希望他活着，所以巴金最后说呀，我就是为你们活着的，长寿对我来说是种折磨，这就是不得不活。对于一个德高望重的人，对于一个他活着让我们觉得这个世界更好的这样一个人，第一，我自己觉得顺其自然是最好的；第二，我觉得大家尊重他自己的选择，这是最好的。你包括就是我的一位朋友，说起来大家也都知道，庄则栋。庄则栋呢是今年大年初1过世的。他之前得了癌症呢，他的肝脏有7%已经被癌细胞占据了，就靠那1%维持生命。他做了20多次化疗，就这人呢已经就被摧残的够可以的了。但是呢，他身边的亲属谁也不希望他就这么离开人世。所以庄则栋曾经跟大夫说过，让我选择有尊严的安乐死吧，你让我死亡吧。但是医生限于法律和制度问题，谁敢做这样的决定啊？所以就说这种情况我们叫不得不活。再有第二种情况叫不得不死。这个在2001年西安有一个事儿，有9个尿毒症患者啊集体联名写信
要求对他们实行安乐死。为啥？这尿毒症治疗得钱，自己没有钱，与其这样痛苦，还不如你让我安乐死了得了。有很多患者他最后想安乐死或者说尊严死，其实不见得他真愿意就这样，他只不过觉得自己活着是给旁边亲人增添了巨大的负担。你说治我一个病，孩子得背多少年的债，我怎么有什么这些心里头能接受这个，于心不忍呢？干脆我死了得了。再有一个就是我们传统的伦理道德，就在尊严死这方面呢，浙江曾经有一个医学博士，他这方面的知识很丰富，他也愿意接受这个。他父亲一查是癌症，说还有这个半年的寿命，然后呢大夫说你要如果现在就住院，通过化疗上呢，没准还能活7、8个月、9个月左右。这个时候他告诉他父亲，并且跟他父亲谈完了，他父亲就选择不治了，从医院出院回老家，天天陪着老伴儿，然后种菜，跟老友打麻将。半年以后呢，很平静的就死去了。本来这个我们看起很正常，可是当老人死了，这个医学博士承受着巨大的来自家族的压力。很多说嘿，还博士呢，还那么懂医呢，而且家庭状况还有钱呢，就不愿意给他爸治，就图这俩钱省这钱。你这哪是儿子？结果这个医学博士承受了特别大的压力，而且有的时候指责他的金属多了，他甚至怀疑我这样做是不是做错了？是不是我父亲本来可以再多活几个月，我让他提前几个月就终止了寿命，这是我造的孽？他甚至对这个观念都动摇了。这也是中国一个特殊情况。所以现在呢，我们看生前预嘱这个在中国要想推广的话，我觉得必须满足3个条件。头一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说至少要有病人的主治医师，以及这个主治医师以外的另一个医疗专家，得专家级的，共同做出判断，就是这个病人治没意义了。不仅没意义，而且再治的话他得痛苦的不得了，就是我们简单说生不如死。这个时候生前预嘱才可能生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个预嘱立的时候一定要在这个本人在非常清醒的情况下，他不能存在着被胁迫或者说被其他的人呢所左右蛊惑，不能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他是神志绝对清楚、绝对理智的时候才能做出这个判断。在第三点，必须得是实施这个蹲监死能够对社会大多数人心理来说是可以接受的，如果接受不了，他暂时也不适宜立法。但是在我看来呢，从这个社会的民主文明程度，包括我们这个社会越来越规范，人呢越来越宽容，应该在一定程度上给尊严死一个合适的空间。实事求是的说呢，我在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呢，虽然我这个年纪还不算大，40多岁，我也想直接去找这个推广协会，我看一看生前预嘱整个的过程，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也去签订这个，既让自己在临走那一天避免痛苦，同时也能节省一下整体的社会医疗资源。我也相信这个尊严死代表着人类文明的一个发展方向。那么要说起看病贵这3个字，尤其这个贵字，相信收看我们节目的大多数观众朋友会对这个贵字有切肤之痛。但是我今天我要告诉你，我说其实医院的手术费啊挺低，一点都不贵。可能有的观众朋友会跟我急，你不胡说八道吗？医院现在费用多高啊，你怎么能说手术费低呢？经过我们的调查发现，在医院进行手术最后交给医生的手术费确实不高。不信你看下面这张单据，这张单据的内容啊可不是我们以偏概全，我们看了好多在医院做大手术啊、中等手术的收据，大致都是这样。我们看这张收据啊，里边总体的手术费呢是4万块钱，可是其中呢给大夫的因为手术发生的费用不到1500块钱，占整个比例的 3.8%。 那么大头在哪儿呢？其中使用的药的费用，医药费占了 32%， 其中的诊疗费占了 46%。 什么是诊疗费？说白了就是做个核磁共振，那边做个什么检查，这些乱七八糟的检查器械方面的费用。也就是说药和器械占了其中大头，达到了 78%。 那么这个事实揭示了一个什么话题呢？医院的手术费确实不高，可是医院药物跟器械的收费高得吓人。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呢？这就是我们经常说那4个字，以药养医。说为什么公家的医院、大的医院都出现以药养医这个情况呢？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上级拨的款项不够。比方说啊，三甲医院，北京这个很出名的
同仁呐、协和呀、友谊啊、什么301这类医院，有人给测算过一个比例。假如说啊，国家是给这些医院行政拨款的，那么如果1年365天，要是就靠国家给拨的钱，这个医院能维持多少天呢？能活15天。剩下的11个半月，必须得医院自己想办法才能筹集运营下去的钱。如果不用药物、不用器械挣钱，这个医院都没法运转。所以说以药养医，它绝对不是说个别大夫利欲熏心挣黑钱，不是那个概念，而是整个医院共有的一种形态。所以基于这点呢，您可能就不奇怪了。你比方说你到医院看，大夫经常给你开大处方药，大处方药什么概念？用不着的药给你开一堆，他就是为了挣钱。这个钱有些是进了大夫自己腰包了，但是更多呢是纳入医院的账户了，成为医院的一种运营经费。常见的方式有那么几种，比方说呢，给你开呢同一个药，同一个病症啊，给你开2样疗效相同的药，反正你也吃不坏，就等于多开另外一种药给你。再一种呢，3个疗程就够了，我给你开4个疗程，然后加大它的剂量。当然这种剂量药吃多了你也没事，医院大致会保证一个前提，你吃下之后吃不好也吃不坏。就好比什么呢？说我这个烙的饼，说我卷肉丝吧，有人说来再卷份土豆丝吧，再收你份土豆丝钱，你也吃不死啊。哎，完了这个钱他给你收走了。这种情况非常常见。有的呢是大夫个人的回扣，有的是整个医院的科室行为，从上到下让你必须这么干，你不这么干的话，医院没法运转了。你可不要小瞧这个呀。你比方说眼科的大夫，他给你开，比方说2种眼药水，这眼药水滴上呢，确实对你这眼睛平常啊，醒神明目多少有点好处，但是不起绝对的治疗作用。不管谁来，我都给你开，每个人给你开这2支眼药水，1支眼药水能得5块钱回扣，2支眼药水10块钱，一上午看40病，他自己干挣400块钱药品回扣。所以由于以药养医带来的这种多开药、开大处方药，就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就造成我们每个人多掏了很多冤枉钱。比这个还狠的，比方说心脏病，经常有接支架的，这个支架啊，进口的好几万，国产的有5000的，也有1万多的。这一个支架的回扣就多少钱？你知道？进口的回扣多达上万，国产的回扣少说也得有7、8千以上。这个钱往下一分，医院拿大头，大夫拿小头，有的主治医师也拿了大头。所以这么一来，你会发现到患者这儿，这个器械跟药贵的是吓人的。我刚才说这些呀，医院里边这个医生开大处方药，最后通过以药养医呢，来完成这个逐利的过程，这不是我在这凭空想象，我们有切实的证据。下面我们看看来自医疗第一线这些医生他们怎么说，他们怎么报的内幕。那么有的人奇怪了，说我就看不懂了，那如果医院真想挣钱的话，你把药弄得那么高价，你让人看了都眼晕，这多容易引起矛盾了。为什么不药上涨点，大夫手术费也涨点呢？这个就是我今天要告诉大家的一个秘密。一个重要原因是什么呢？药利益链条长，从厂家开始，到医药公司，到这个医药代表，再到最后科室的医生，甚至护士、医院的院长和整个医院这个盘子，药剂科，所有的人都是这一根线上的蚂蚱，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而如果你手术费加价，你会发现手术费医院拿一部分，剩下的当然是大夫的，就我付出劳动了吗？所以他这个单纯拿下来，就没有那么多人沾好处了。而且手术费跟挂号费是医院的硬件，如果你收多了，老百姓一看这价太高了，有意见，所以你得压低了，起码看起来我们这块费用低。你看手术费我们不高，我们挂号费也不高，但在药上把钱给你赚回来，好像药上面患者有自主权似的啊，那你愿意买贵的药吗？你愿意多开吗？可是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是患者愿意吗？比方说你到医院看病，大夫看你来了，这个药便宜，这药贵，你说我来那便宜的吧？大夫不说贵的药一定好，便宜一定不好，人家大夫这么跟你说：哎呀，老梁啊，我跟你说，你这病吧，这俩药都能治，但是咱知道这个入药3分毒，而且有的药它有副作用，有后遗症，这个药比那是贵点，但这药吃完了吧，你这个不一定啊，可能会对你这恢复你不用再往下说，就说到这儿，我说大夫你给我开那贵的吧。非常明显，你跟他信息不对称啊。
为什么我们有的朋友平常省吃俭用，1分钱都掰成2半花，可到了医院说自个儿爹做心脏支架手术，人家问你要进口支架啊，国产支架啊？说这俩有啥区别？进口支架吗？那进口的吗？你说呢？你平常再省吃俭用，这时候一想涉及自个儿老父亲命，我要那进口的，花多少冤枉钱你都认。那么我刚才提到的，比方说药品和器械这块价格提高，它的利益链条长，受益人多，这个咱们可能很多观众朋友不了解。我随便举个例子啊，咱们很多朋友到医院去，可能经常接触一种药，比方便宜点的叫这个克雷霉素磷酸酯注射液这种药。这种药的利益链条上有哪些人呢？我给大家说，首先第一层上，它出厂这厂商，这个出厂价是多少钱？这个药是6毛钱。然后呢，医药公司以6毛钱出厂价价格从工厂里把它买出来，然后医药公司呢转手交给销售的医药代表，卖多少钱？卖4块钱。到医药代表这儿，从公司到代表这儿就6毛变4块了。那么医药代表呢，到医院做一些复杂的工作，背后的工作是啥你都明白啊。然后医院采购了，中标价多少呢？11块钱。也就是说到医院这儿，这个11块钱了。这11块钱，医院在合理合法的按照国家规定加价 15%，15% 是多少？1块6毛5，加起来12块6毛5。这12块6毛5是到患者手里，你看出厂价6毛钱，到患者手里12块6毛5，多出了12块05分。那么多出来这些钱，有一些是销售过程当中合理的利润，不合理的在哪儿呢？就是医药代表4块钱把这个药拿过来，到医院中标11块钱，这个中间7块钱。那么这7块钱怎么分的呢？我们再看这7块钱分起来很有意思啊。这7块钱里头 10%， 也就是说7毛钱是医药代表自个儿揣兜，另有 10% 是这个医院负责采购的人，再下边 40% 是开药的大夫。你再采购再多，如果大夫这不给患者开药，他也买不走，所以开药大夫这特别关键。开药大夫这回扣 40%， 2块8，剩下的 40% 谁拿了呢？医院拿了，又是2块8，2块8 2块8，7毛7毛，加起来7块钱。也就是说，在这个返还利润的7块钱当中，是按照这个比例分的。我说到这你就明白了，这就是一条线上的蚂蚱，谁也跑不了。你只有这药价整个涨上来了，大伙才能均衡的受益。所以我把这个事说清楚，你就明白为什么咱们现在看病贵，这么整它能不贵吗？但是咱们有的朋友会说了，我家有钱，我不在乎贵啊，我多贵药我买，怎么了？即使这样，你看病也不会一帆风顺，因为我们常萦绕在我们耳边令我们心烦的6个字，除了看病贵以外，还有3个字，叫看病难。看病没钱不行，看病有钱未必就行。是什么让看病成了老大难？又是什么让看病的农民进了城？本期老梁观世界为你破解，手术费低在乾坤大挪移。这个看病难体现在什么上呢？咱大家都知道，比方说你要是住在一个小县城，眼睛哪有病了，或者什么啥有病了，县城医生一看，哎呀，我们可不敢给你断，你这有变化，你到省城吧。来到省城医院，省城看完之后，这个我们也能做，但是我们这技术啊不是很好。你这么的吧，到北京吧，你可能你要再有钱，你要千里迢迢从地方来到北京，来到上海，来到这些发达的地区，医学发达的地区来看病，你这个过程舟车劳顿不用说了。等我们进到医院里边呢，有的时候你要跟大夫各个部门打交道，打交道的过程当中挂个号都难上天了，有不少人骂号贩子，说这号都让号贩子弄起来。我说你别轻易骂号贩子，要没有号贩子，你看病往往还更难呢。为什么呢？你管怎么的找着号贩子，比方一个号200，你加价花1200，你能从手买个号，你能看上。没有这号贩子，一天著名大夫看病就挂那么20个号，你来晚了就没有，来晚就没有。要没有号贩子，你可能花很高的钱，你都买不着这号。我说这个是我们非常无奈的社会现实。什么现实呢？医疗资源太稀缺，好的医疗资源太稀缺，而更重要的是，这样好的医疗资源配置不公。比方说，北京、上海3甲医院特别多，全国人都往这儿来，到了地方3甲医院就少了，到了县乡镇往下，好大夫少得可怜。也就是说，你有了这病，你都不敢信着本地医院的大夫，你得千里迢迢的跑到大城市去看。
这个客观效果造成了大医院一下子三甲医院人满为患，人太多，弄个人乌泱乌泱的。一个大夫50岁上下了，正是大夫的成熟期，一个上午他要看5、60个病人，你琢磨琢磨，这么多人涌到面前，他能有好心情吗？他一定是你排队挺长时间了，到他这儿来，你这病啊就这样，然后你赶紧拍个片子，然后回头你这样再挂诊来找我，去吧。他不这样，他没法完成看这么些病人的任务。可是在你这儿呢，等了那么长时间，费了那么大劲，终于找个好大夫，3、2句话给你打发走了，你心里能舒服吗？不舒服，这种不健康情绪你就要发泄，有时候发泄到极端是什么？就容易把这怨气撒到大夫身上。所以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医患关系之间发生了巨大的冲突。那么有关医患关系冲突呢，应该说比较极端的事件呢，去年下半年发生的比较多。咱们看一个片子，看看去年下半年发生过哪些著名的医患关系的冲突。近年来，关于医患关系紧张的事件10件报端，最为瞩目的当属2011年9月15日发生在北京同仁医院的那场血案。当天下午，该院耳鼻喉科的主任医师徐文被一名不明身份的男子连砍17刀，而行凶者却是他诊治过的喉癌患者王宝明。5年前，王宝明在同仁医院进行了喉部部分切除手术，谁料1年后癌细胞转移，他只能再次接受全喉切除手术。这意味着他将永远失去说话能力。王宝明认为这一切的一切全是医生徐文治疗不当的结果。在3年投诉无果之后，最终导致了血案的发生。徐文这个拥有良好口碑和多项荣誉的医生，他的不幸遭遇却暴露了医患关系的冲突。随后，深圳上演了用8毛钱看好10万元大病的8毛门，广东则爆出了医院把活婴丢在处置室被家长反拍的弃婴门。8毛门因为另一所医院给出了相同的诊断结果，而变成了一起彻彻底底的乌龙事件。弃婴门则随着婴儿转院、分管副院长等人被免职才得以平息。可不能平息的却是医患关系碰撞中不断上演的一幕幕怪异剧。你看看这种现象对我们和谐社会来说呀，是一个非常不利的一种现象，它引发了诸多的激烈的社会矛盾。谁都知道这不好，有人说不好那得治啊，怎么治呢？我们知道看病贵，你要解决以药养医的问题；看病难，你要解决公立资源就国家这种医药资源配置不均衡的问题。这2样都不是一天半天能做到。首先一个，我们说解决以药养医，解决以药养医最关键的是要解决国家投入问题。我举个例子吧，咱们说解决以药养医，很多地方呢搞2个制度，一个叫基本药物制度，一个叫收支2条线。就基本药物制度，就说你这个基本药物必须是这个价格，你不能零差价，就不能卖的比这个高，对医院有限定。收支2条线呢，就是大夫的收入跟支出，医院的收入支出是2条线，避免你用这个药款呢来养你医院。本来这个呢应该说是切中脉搏的，可是你会发现，我刚才说这个基本药物制度啊，收支2条线呢，大多数都在乡镇医院、县一级医院、基层医院执行。好一点的3甲医院基本不执行这个，为什么呢？我们算了一笔账，这些大的国家3甲医院1年的利润是多少？它总共1年产生利润是6500多万。这6500多万当中有一半是药上和器械上出来的利润。假如这个没有了啊，为了维持公立医院，国家就得往这上贴近多少？贴近3000个亿。3000个亿是什么概念？几乎等于1年国家对医疗行业投入的总和。这么算，国家财政拿不出这笔钱来。有人说咱们财政都是10万个亿了收入，怎么还拿不出这笔钱呢？哎，你不知道，10万个亿啊，800双眼睛盯着，啥不得要钱？地方发展得要钱，教育不得要钱吗？你把工业发展、农业发展、第3产业发展都要钱，所以轮到医药这行业上，咱短时间之内补贴那么多不现实。所以这个目前国家也在琢磨这种医改方式怎么推行怎么办，很挠头这个事情。4元挂号费，100元手术费。医生抱怨，患者更抱怨。超低手术费背后究竟有何猫腻？一边超低，一边超高。看不懂的医疗利益链上拴了几只蚂蚱。本期老梁观世界为你破解手术费低在乾坤大挪移。
所以我们说，解决看病贵、看病难呐，两个根儿上的问题，国家投入不足和地方医药资源配置不均衡，绝不是1年2年能解决的。所以我说这个不是说丧气话，而是客观现实的面对中国现在的医疗产业发展。但是我们说这个绝不等于给现在的医院和卫生系统开脱。即使外部客观条件有这么多差距大的地方，我们依然有能力缓解现在这个医患关系，我们依然有办法能够使这个过程变得更加温和点。是我们挤到一个大的3甲医院看病，药价很贵，检查费也很贵，我们本身也感觉看病很难，但是医院完全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就让你在花了很多钱的时候，心里不好受的时候，他尽可能提高服务质量去安慰安慰你。可是我们现在好多医院呢，根本做不到这点。你比方说，我去广州有一家医院，我跟那个副院长是朋友，我跟他吃饭的时候说，我说你们医院肯定不是有意识的缺德，就是没想到。他说我们什么没想到？我说比方说你医院那个骨科，你怎么放到最高层，放到4楼呢？他说我们有电梯啊。我说有电梯，那骨头有毛病的人，就即使坐电梯，他不也费劲吗？更别说你电梯挤得要死，有的得家属抬着往楼上上。为什么不能把骨科放到1楼呢？一进门就是呢。我说再一个，你的化验科，什么验大便、验小便、验血的，是搁到走廊东头，可你的厕所在走廊西头，逼的这些人到那里解除大便小便，端着这个东头西头西头东头来回的跑。我就不能在化验科旁边开个厕所吗？或者在卫生间旁边把化验科挪到旁边去，不就完了吗？这些细节，萨特有句话嘛，叫魔鬼的魅力在于细节，就是这么个道理。医院完全可以做得到。再一个有一点，比方说分诊护士，他往那一站，你可能这上不明白那上不明白，得问这护士，问咨询人员，我这个药到哪取啊？我这个诊室在哪儿啊？这个护士爱答不理，3楼去吧。到3楼不一会儿没有，转一圈下来了，大夫没有。你看我告诉你是 B 楼的3楼，不是 A 楼3楼啊！对不起，又得跑 B 楼3楼。你知他这么几个来回，你没有详细的告诉清楚他咨询信息，你说他跑几回白跑，他心里窝火不窝火？你别忘了，病人啊，他本来这个身体就不健康，情绪就不佳。说那是病人家属，那我的亲人有病了，我心里头能不往上拱火吗？你这么支持我几趟，我跑的是无用功，我当然生气了。再比方说医院有那电梯上下的，看电梯那个人每天要面对无数个病人来，你能不能找一个和颜悦色的，服务态度好的？咱们医院可倒好，哪个行政部门工人犯点错误，去吧，你看电梯去吧。结果这个人心情本来就不好，往电梯口那一站，病人进去说赶紧上来，6楼坐那电梯，别坐这个，超远下。你琢磨他这么一吵，你作为病人心里能舒服吗？像这些事儿，你说作为医院管理是不是举手之劳，可以轻而易举解决的？再一个，当医患出现重大纠纷的时候，我们发现医院负责这个院长，他本来就不善于管理，尤其不善于呢跟患者沟通，跟媒体沟通，所以一出点事儿，在媒体面前手忙脚乱，在病人面前最后只能左推搪右推搪。所以我奉劝呢，咱们现在的这个大医院呢，你至少有一个副院长，得有这样的精力和能力，单独出来面对媒体，解决医患关系，跟患者之间交流。如果你没有也不要紧，我这里老亮给你出个好方子，你起码呢得找一个，比方说对媒体很了解的，找一个很善于跟人打交道的。你比方说你找我，找老梁啊，你这个院长找到我说这个事儿，你咨询我的意见怎么处理，我会告诉你，我就干新闻的，跟媒体怎么打交道，跟这个患者之间怎么理解他。当然你这样的医院你找到我肯定免费的咨询帮助你。只有一点呢，就是我到你医院看病的时候，别给我开那么多没用的药，别让我做那么些无谓的检查。提起艾滋病这仨字儿啊，很多人实在是谈虎色变，好像这个病啊沾上死碰上亡。这不媒体也经常有这样报道吗？说有的人什么把艾滋病菌呢打到西瓜里边去了，还有的街头出现个人拿着针筒乱往你身上扎，传染艾滋病毒。后来被证明这都是假的，可是人为什么害怕呢？恐慌来自不确定性，咱也不知道谁是艾滋病人，咱也不知道他在哪儿能出现。这不最近广西出台了一个办法，叫防治艾滋病啊，这个草案里边呢提出了对艾滋病诊断要实名制。他想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咱得先知道到底是谁得了艾滋病，姓名、身份证、现住址、工作单位，检测艾滋病提交如此详细信息，
究竟意欲何为？一边是艾滋病病毒的扩散，一边是公民个人隐私的安全，实名制又能否做到权衡？它会不会使更多人对检测望而却步，成为潜伏在你身边的高危人群？这个画面呢，是国际防治艾滋病协会啊一个宣传的海报，那个红丝带呢是防治艾滋病的一个象征。那么这个图片上大家看到，这是一个男子啊背身的一个图片，它说明什么问题呢？防治艾滋病啊要保护艾滋病人的隐私。可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广西这个艾滋病诊断实名制，这和我们以往啊匿名诊治艾滋病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这就引起了呢，到底是实名制照顾更多人利益重要呢，还是保护艾滋病人合理合法的隐私重要呢？那么为了搞懂这个法案到底要干什么，咱们先来看一下小片。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拟定的艾滋病防治条例草案规定，检测艾滋病者应向检测机构提供本人姓名、身份证号、现住址等真实信息，而检测机构应为受检测者保守信息秘密，同时明确了艾滋病毒感染者有义务告知配偶或者其有性关系者。2月8日，中国疾控中心主任王宇回应：你如果说没有实名制，你连这个结果都很难通知他，这不就是以治疗来也起到预防作用？该消息随即引起了社会广泛争议，有人担忧实名制可能会将更多病毒携带者挡在检测之外。根据卫生部发布的2011年艾滋病疫情评估报告显示，全国艾滋病感染者已超过78万人，截止2011年9月底，累计实名报告的人数却只有34.3万人。这个实名制呢出台以后呢，赞赏的声音和反对的声音都同样非常多。你比方说赞同的，你听起来这是很有道理的，就是什么？比方说艾滋病人到这诊断了，因为他怕呢大家都知道他得艾滋病，歧视他，他不用真名，一诊断自己得了，消失了这人。可是问题是呢，他得艾滋病这个事儿，他连他身边的人都不知道，比方说他老婆，或者说他丈夫什么的，他配偶都不知道，结果依然跟他有这种性行为，结果他的配偶被传染了。所以这个呢是从保护更多人利益角度，这是一方面。第二个，有人提出的更有道理一条，就是我们假如说为了保护大多数人健康，可是问题是来检测艾滋病的人都是匿名的，匿名的有的都不愿意来检测的，怕发现来查这玩意儿，让人发现了怪丢人的。现在你实名制，他不更不愿意来查吗？信息被相关部门掌握了，你看看咱们生活当中这些信息，房地产各方面，你在这登个记，留个手机号，就有人给你打电话。你说这是泄露出去了，他还怎么做人？说实在的，我呢是搞新闻评论这些年了，有的时候新闻事件一出来呢，我就比较容易确定我的立场是哪一边，提出我的理由。可是在这个问题上，我真的不好判断，因为双方的理由都非常充分。咱们要说清这问题，咱得先说说最近这几年中国艾滋病它跟过去有了很大的不同。这个不同体现在什么上呢？有几点。我们知道艾滋病靠什么传播呢？一种是性关系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血液传播我们一般都指输血呀、吸毒扎针这类的造成的。这几年艾滋病整个的传播方式在中国，你发现吸毒传播这一方面急剧下降，依靠这种传播途径得艾滋病了。可是另一方面呢，性行为这方面传播却达到了50%以上，成为最主要的传播渠道。过去一说艾滋病，咱们首先想到哪些人高危人群呢？三陪小姐，她这个性关系比较混乱啊，为了挣钱，有的这个也不采用一些避孕工具，都是不干净不安全的性行为，所以他们是高危人群。可是这个高危人群在中国很难控制，为什么呢？在中国我们知道卖淫嫖娼是违法的，那么这个就造成什么呢？从传统的思维观念看呢，这些三陪小姐她既是道德的谴责者，那怎么干这个伤风败俗啊，又是法律的制裁者，相关法律得抓他们，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什么的逮住就罚，因为你卖淫嫖娼是非法的嘛。你说他又是道德的被谴责者，又是法律的制裁者，他能愿意站在阳光底下，我接受艾滋病检查，看我有没有病？他去做这个检查，不等于认同自己三陪小姐的成分，既让人家瞧不起，同时可能派出所还来抓他的。这个事儿不是没有啊。有一年在咱们北方有个城市，当地的这个卫生部门
就搞了一次针对这些性工作者、这些3B小姐，把他们找出来，然后呢给他们做检测，然后告诉他们怎么样防治艾滋病，怎么样远离这个危险。这个会正开着呢，门口就来不少警察。平常正愁逮不着这些，这回可算咱来个一勺会了。你看看，对于防治艾滋病来讲，这个偏偏构成了法律上最大一个障碍。所以这是我们一种高危人群。第二个高危人群，男同性恋。这一点呢，随着这些年呢，社会风气的逐渐开放，大家对男同性恋的了解呢，比过去多了。但是有一个隐忧一点点上来了。根据疾控部门权威数据统计，目前性传播已成为国内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其中男同性恋艾滋病患者占总数的 32.5%。据国际先驱导报报道，2008年由卫生部各地疾控中心组织进行的一次全国调查显示，我国男同性恋人群的艾滋病毒感染率达到 5.0%。而且近几年来，艾滋病感染者呈现出低龄化趋势，甚至有小部分是在校学生。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一方面呢是男同性恋的性行为当中，基本上是不安全的，没有什么一些这个安全工具。另外一个呢，男同性恋往往会有多个性伴侣，而不是一个。那么对于男同性恋这种行为，政府要不要干预呢？争论很大。有的人就提出来了，这个性取向是人的一种自由，我喜欢女的，我也可以喜欢男的，这属于人性当中的东西，不能干预。可是针对这种观点呢，我必须提出我的一些看法。像刚才说的，男同性恋在中国非常普遍现象呢，是一个男同性恋往往有多个性伴侣。那么假如我们在男女关系上，我们看比较正常这种关系上，假如一个男人同时有6、7个情人呢、性伴侣啥的，这个人能算道德吗？是不是要受社会的谴责？那反过来，为什么男同性恋有6、7个伴侣，你就可以不闻不问呢？所以这在中国又面临着又是一重道德跟法律的困境。对这种行为，男同恋行为，我们怎么管？怎么样能够控制艾滋病？现在政府在这方面争论的非常激烈，暂时还拿不出特别有效的办法。这是第2类高危人群。第3类高危人群，我们说吸毒的。这个吸毒的是怎么传染艾滋病的呢？他们吸毒有的时候劲儿大的整的针头往进打毒品，那个针头根本就不消毒，你扎完我扎，我扎完他扎，造成了最后的艾滋病毒一下子就传染开了。但是这些年因为吸毒感染艾滋病的直线下降，为什么呢？我们国家对吸毒抓得很大，对这个毒这方面咱们是特别在意的，而且打击毒品犯罪这方面政府下的力度非常大，这客观上呢降低了吸毒的人数。再往下我们看一个高危人群，可能你想都想不到。再往下我们看一个高危人群，可能你想都想不到，农民工。很多人奇怪说这农民工，这以前一说谁得艾滋病，那就乱搞男女关系，这个保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嘛，那肯定得是有钱的人啊，他琢磨这些事儿，他就感染上这个脏病了。好多人这么想，可你现在绝想不到，在中国农民工都成为高危人群，这就暴露了我们现代社会一个特显著的现实。这个农民工在城市里头，他的有一些欲求得不到满足。这古人说得好，饮食男女，人之所大欲存焉，这是人的最基本欲望。长期得不到性的满足，他就得琢磨用其他方式满足自己。所以很多农民工在外，就到一些低档的发廊啊、洗脚屋啊，寻求性的满足。你说关心农民工，不光是让他吃好了，按时给他发工资，不拖欠的工资，他还有别的需求呢，他也是有七情六欲的人呢。你这个层面没照顾到，你会发现哪个层面我们的关怀不到位，哪个地方就容易出毛病。所以现在农民工反而成了艾滋病传播的一个高危人群。还有一点挺有意思，有人说怎么现在老头得艾滋病的比以前还多了呢？这个是生活当中一个常识。你看老年男性，他到了50、60岁，甚至有的70多岁，他还有性要求。咱们这一点也不用讳言，我曾经跟公安部门的同志聊过这个事儿，说抓过一些这个老头的嫖娼行为，常常是早晨，老头起得早，出去遛早去锻炼去了，往往这些地方上有一些什么洗头房啊、发廊啊或者小平房啊，老早就开业了。有一些三陪小姐，有的都中年妇女来了，针对老年人做性服务。所以这些年老年男性得艾滋病的比率比过去提升了。你看我刚才给大伙说了一下
方方面面这些情况，你就会发现中国艾滋病这方面非常复杂。为什么我们生活当中说歧视艾滋病，见到艾滋病人恐慌？刚才我说恐慌来自不确定性，这个恐慌很主要一点呢，是我们各方面宣传不到位。那么歧视这一块，咱们免不了说谁得艾滋病，你歧视他，似乎这是这个社会里非常常见的现象。为什么会出现歧视现象呢？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人呢羞于谈这个性，一提到这性就觉得这多可耻啊，可别提这个。可是呢，性欲是每个人非常正常的欲望，所以在这种环境之下呢，性欲往往就被压抑着。一旦要有这种性满足的事儿，都得偷偷摸摸的。你看成人用品商店，谁要到那儿去买去，滋溜钻进去，赶紧出来，都怕别人看着。这2年网上卖这个的多了，解决这问题了。其实，在某种程度，你想想，这些情趣用品，它的存在有的时候起了什么作用呢？倒是缓和了人的一种性不满足和性压抑感觉，通过这个解决了性的满足。如果这么堵着，它就有可能出问题。可是中国长久以来这种道德审判观念呢，把这种性需求给一来二去，堵时间长了，它就有一种非正常宣泄，偷偷摸摸的。这时候反而对于防治艾滋病来说是非常不利的。所以这是我们歧视艾滋病人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心理原因。而且有的媒体甚至呢歪曲、扭曲、妖魔化艾滋病。所以这就使我们不少人根本不知道艾滋病到底是怎么回事，觉得一跟艾滋病人接触，好像我跟你见一面坏了，我感染上了，甚至都有这么想的。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普及艾滋病的常识变得非常重要。大家记不记得姚明曾经有个公益广告，跟美国那个得了艾滋病那个球星魔术师约翰逊俩人一块坐着握手，拿筷子吃饭，还拥抱。 I've been living with HIV since 1991. 你不会因为拥抱或者握手，或者和你的朋友在一起吃饭而得到艾滋病。不要害怕，不要歧视，请关怀艾滋病患者，了解更多预防艾滋病的知识和信息。姚明做这广告什么意思？艾滋病没那么可怕，这种方式不会传染上你的。其实这种歧视啊，不光是我们国内，国外也有，只不过人家解决的方式呢，显得更加合情合理。而在这方面呢，艾滋病人里边呢，也有一些非常杰出的表率。一个呢，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美国 NBA 著名的球星魔术师约翰逊，另外一个呢是88年汉城奥运会的跳水冠军洛加尼斯。咱们下面就分头说一说这两人的事儿。这魔术师约翰逊1991年11月份就查出来他得了艾滋病了，他也对外宣布了，他没瞒着。你说他为什么没瞒着呢？因为他知道美国社会对这个方面也是比较开明的认识。结果他第2年，那不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他依然是梦之队的主力成员去了。当然也有人提出意见，当时的犹他爵士队卡尔马龙站出来说：“我不同意，我可不敢跟他在一个场地打，这我们俩篮下挤撞的，万一他哪下子抓我一把，把这个血液传播，我不坏了吗？”哎，当时卡尔马龙提出反对。但是这我说的是95年、96年的事儿。后来整个美国社会对这方面宣传越来越多，人发现这些方式都不足以构成艾滋病的传播。所以魔术师约翰逊呢，在美国正常的生活到现在，他已经得了20年了，没什么事，积极参与治疗，在公共场合露面，活得还挺好。我再说跳水王子洛加尼斯，那么洛加尼斯那是总得冠军，把中国的谭良德给压得死死的。洛加尼斯在3届奥运会上得了3次金牌，在3次世锦赛上得了5枚金牌，跳水王子。他就是个同性恋，也是个艾滋病患者。1988年参加汉城奥运会的时候呢，他在那个10米台往下跳的时候，脑袋碰到了10米台台边，结果出血了。过了多少年以后，大伙知道他是艾滋病了。当年跟他一块跳水下过那游泳池的都吓坏了，哎呦，他这血液滴到游泳池，我再感染。但是你这几年经过艾滋病方面普及，知道那根本不足以感染。所以洛加尼斯现在已经50多了，也活得好好的呢。前一段时间还出书了，又出来给跳水运动员颁奖。就是这样的例子说明呢，艾滋病没有我们大家想象的那么害怕。但是在中国呢，有一点，这种歧视啊由来已久，它不可能在短暂时间消除。所以我说这个实名制在一定程度上如果推行的话，真会造成有很多艾滋病人或者怀疑自己得艾滋病的根本不敢来检测。那么有人说那你说一个解决艾滋病这些歧视之类的好的办法。姓名
身份证、现住址、工作单位，检测艾滋病提交如此详细信息，究竟意欲何为？一边是艾滋病病毒的扩散，一边是公民个人隐私的安全，实名制又能否做到权衡？它会不会使更多人对检测望而却步，成为潜伏在你身边的高危人群？老梁观世界，艾滋病，你离我是近还是远？那么有人说，那你说一个解决艾滋病这些歧视之类的好的办法？眼下全社会的宣传是一方面，再一个就是每个人呐，真得是自爱，就是起码来说，你要有什么出轨的一点行为的话，你得考虑你自身的安全。就对于不安全性行为，每个人要有起码的一种约束。再有一点非常重要，这是我从一部电影上得到的启示。这个电影名字叫《最爱》，郭富城、章子怡演的。那么就是艾滋病村的人，他们得艾滋病受歧视了，他们搬到一个小学里面，都一起走过。我在2005年做艾滋病有关的节目时，我就想过这样一个话题，就说我们能不能像办孤儿院和敬老院一样，办一个艾滋病人的社区。如果艾滋病人跟正常人生活到一块儿，再怎么你放开，如果啥呢，对他的歧视都是难免的，人人见他都躲着，那肯定伤害他自尊。我们能不能在自愿的基础上，把这些艾滋病人，你比方说我们保证了他们的衣食住行，让他们在这一块呢还能自己工作劳作，获得一些收入，然后艾滋病人在这个社区里自由的沟通往来，你也是艾滋病，我也是艾滋病，艾滋病志愿者也不会歧视我们，我获得一个平等的社会环境。这样对于保护艾滋病人隐私、维护他的一种身心健康，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很多地方不愿意接这样的事儿，所以这一点也能看出呢。像《最爱》那个电影最后那不也是吗？一个小小的学校里都是艾滋病人，外界还存在着很大的歧视呢。所以办这样的事儿真的是很困难。我觉得实名制可能是一种挺有效的方法，但是如果在艾滋病的歧视恐慌普遍存在的情况下，这个实名制也达不到理想中的效果。其实最好的办法是我们下很大的力气来消除这种歧视跟恐慌。你看那个《最爱》那个片子，跟他同步推出的还有另外一部纪录片叫《在一起》，里边有一个场景就非常感人。艾滋病患者一个小伙子站到大街上，举个牌子，我是艾滋病患者，我请求一个拥抱，没有人敢跟他抱。最后一个老人上来了，跟这个小伙子抱了一下，告诉他：“小伙子，你好好活着。”哎呦，这小伙子感动的热泪盈眶，因为这个拥抱在一定程度来讲，意味着社会没有抛弃你，对你一种关爱，而且社会理解你，知道你这个病是怎么回事，不是像想象中的洪水猛兽和恶魔。所以我说，在我们执行实名制把更有力的政策执行之前，要下大力气，把对艾滋病的歧视和恐慌尽可能降低到最低程度。也许这个是实现保护艾滋病病人合法的隐私，维护艾滋病人身心健康最好的一个渠道。